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傅好。今天开场的时候呢，先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哈。我前些天呢，就写了一把扇子哈，想送给有缘的朋友。那么大家呢都是非常热情的留言呢，看都挺喜欢的啊。无论我写的这个字体好与不好，但是心是挺好的啊。但是大家看都想要。所以今天呢，在今天直播的最末尾的时候呢，我们现场用抽奖的方式，而且没法作弊哈，抽奖的方式抽到你就是你的，好吧？大家看到最后哈。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这个内容哈，就是我们要投资健康呢，其中投资在这个房产上来，但是房产之中呢，有了很多很多的内容学问。那今天咱们讲的呢是关于风水的问题。那么这个风水呢，其实是非常的讲究，也其实是非常科学。当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容易说，有时候作为政治家哈，或者是一些人呢，他会因为不懂，所以我就像画了一个盖子啊，把它盖住，说这个可能叫迷信。那个或者叫什么什么东西，会用一个东西把盖住它。那么盖住它越不研究就越不懂。也因此呢，所以很多，比如说我们想在某个地方修高速路呀，结果呢那个桥墩呢它没法用，底下是比如说地下水那你不懂就打到那里去了。但是比如说地质勘探这个问题的话，它一直是一门科学。因为地质勘探之中，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理状态下发现了石油、黄金煤矿、铁矿、铜矿、金矿还有各种的稀有的现在正在用的一些半导体用的这个什么硅等这些材料所以这是与地质勘探有关系的。但风水呢，那我们简单一说，从地表上来说。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你住在海岛，或者在海边的半岛，或者哪怕是沙漠、还是草原，或者一个普通的环境之中，那么土地的高低起伏，比如周围有一条河流，侧面有一个小山包，比如说后方有一个大湖，等等的，你都要去研究，这里能适合居住吗？是吧？那今天你不是建筑师，你也不是自己买一块地盖房，但是你总会涉及到你去选择哪个地方买房呢？走遍全世界，去询问所有的买房卖房的专家人士，永远回答就是一个内容，英文就是 location 对，那中文呢就是地点。那么这个地点说的时候呢，那怎么说三个地点呢？从宏观来说，是房子好不好？第一个是大环境，那世界上这么大的一个国土，那你选哪个环境呢？就是适合于居住的环境。那到了你这个小区来呢，你怎么选呢？说还是一个小区之中哪一个适合你的那个地理位置，不是这个小区中任何位置都能住的。住也可以，就是不好呗，对，所以呢，比如说过去战场上来讲，也是中国风水学所讲的，比如说你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大河，这个通常是不太吉祥，对，但是你的房子呢，前方或者右前方有一条河，这是可以的，那背后呢稍微高一点。就比较好，这是通常我们所常见的一种风水概念了。所以风水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房屋风水的这个问题呢，我先从最原始的状态给大家讲。风水这个概念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至于说某个国家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那么中国人所讲究这个风水呢，它有一个叫做
应该说叫文化原始起始点。你看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有个最基础的概念，你们俩能想到哪一些哈？阴阳。对，阴阳是首选哈。还能想到啥呢？五行。五行非常正确。对，好，这已经不错了。基本上都说的要害点了哈。所以这是一个叫天地人合一的一个思考，说不仅仅看到地表上头，他连这个空中也要去思考，所以空中怎么思考呢？就我所处的位置的这个地方是否爱下雨？我这么一说显得够玄乎的啊。比如你这个地区，同样在这个比如说10公里以内的地方，你要买房，有没有分得出？有些区域的位置容易下雨，有些位置不容易下雨。那你想，你们俩你觉得，如果10公里的一块土地上，说这里下雨，那里不下雨吗？你们俩都被难住了。对，那就看那个地面儿，有河流的地方是不是湿润一点？香可应该能回答出来的。那在你们国家的话，小小的新加坡，比如说南边下雨，北边下雨少有。有。它就有些位置，你比如说，你不一定非得靠海岸的才下雨，是。但是容易靠森林的容易下雨。对。就是这样子哈。你比如说你这里底下有一个山地平原，还有呢，你的家乡住在山上头。山上头下雨，山下头根本就没下雨。是。山上头的这个天气多变，平地上这个天气更稳定一些。这个不知道吧？是这样。就你没闯过江湖就不知道。就你走的路多了就懂得了啊。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同样在一个10平方公里以内的位置，我选一个不是所谓的地点嘛？那这里下雨，这里不下雨，所以这个地方就比较潮湿。到了我这个地方就不太潮湿，这个什么说法吗？那比如说有些山区的某个位置，它就容易刮风，就容易风吹过；有些地方在某个山坳里头，风就不容易吹过。所以呢，容易风吹过的呢，同样这个地区来说，有风吹的，它的湿度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太湿。这个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哈。所以我们这个风水概念呢，都是这样总结出来的啊。所以有些地方这个气流比较湿，有些地方爱吹风还有的地方这个地爱震。你看日本成天震日本人对于地震来说，这是天天如此，就像上马路走路一样，就是那么容易看到和体会的事情，是吧？那在某些地区的话，3-5年震不了一次。你看去马来西亚很少地震，是吧？很少。新加坡也很少地震，也很少台风。所以同样这个地点所以它有一个这么一个差别的时候，这个从大地到自然天气到湿度到风的状态都不一样。对。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叫做大地理的概念，叫做伦理层次概念。伦理层次我们现在说回了，讲我们在给大家想讲这个内容的时候在网上就有小朋友留言，他说呢，他们家就是有这么一个他是美国的住一个独立的一个房子，就是别墅3层这样子来问我们。所以我想我把这个事情讲给大家所以我先告诉大家是个伦理层次。那就是伦理的概念，古人都讲的天地君亲师对外，对内呢就是父母长幼排列有序父母子孙排列有序。所以你家中的不同的辈分的人，他们的屋子还有礼节还有心理上的认可性，都要非常分得清楚。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概念给用到我们这个风水里去，你就理解了。这个风水
这个学说的话，它一定建立在中国人自己的那种综合的文化哲学的这个理念之中的。所以刚才你们俩也提到了哈，像阴阳啊、五行、八卦啊，那在排列的时候再讲一个伦理层次，这么一结合，大概就出来了。其他的风水内容的话，都是通常来说，一个是叫感受，第二个叫形状。由这种感受和形状啊，之后再加了什么颜色呀、名称啊等等的一些这方面的理解和应用吧。那美国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啊，就他家呢一栋3层楼的一个别墅，可是他家很幸福哈，爷爷奶奶还都健在。都七八十岁了啊，父母亲也健在，他们呢3个兄弟姐妹，他就说我们呢即将呢搬入我们的新家啊，请问师父，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分配我们这个住房呢？我要简单的回答哈，就是我先伦理层次上来思考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人上了岁数之后啊，最不方便的就是在4肢腿脚上，就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走路啊，那个就有点拖沓呀，腿脚不太好使啊，不灵光啊，这一定要小心，还有的模仿树形结构。那么一家3代人的话，爷爷奶奶就像大树的根，这样呢，他们就住1楼，这样呢，出入呢也比较方便。在他整个屋子中行为呢，他不乐意上楼的话，他自己的卧室是去厨房都在1楼，就特别方便所以就像大树一样，爷爷奶奶住1楼。那么爸爸妈妈呢，就是他的第2代呢，正好呢在美国盖房盖3层楼的这个别墅的时候呢，通常正式的主人房，他修在2楼。屋子比较大，里头有卫生间洗澡等等的比较方便那爸妈呢就住2楼的主人房。那么剩下3个孩子呢，可以根据需求可以住在2楼有些孩子可以住到3楼，这样的话层次就比较分明，辈分分得很清晰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安排就像树形结构的叫伦理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思考，这是笼统来说，他细节没问我，觉真有问题吗？对，有问题。好。那师父刚才讲这个是一个3层楼的一个问题那像很多这个独栋的房子，所谓的别墅都是2层楼的对。那师父，你看我回答的对不对是。那就是爷爷奶奶最长辈的还是住在1楼，那父母呢跟孩子呢就住在2楼，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对。好，那我另外的问题就来了，在这个2楼里边呢，那怎么去看父母住哪里和孩子住哪里呢？而且孩子还有儿有女在这个方面的这个伦理层次应该怎么去区分呢？如果说第3代如果结了婚了有儿有女的话，也乐意住在自己家这个别墅里头的话，那个时候我的建议就只能住这个2楼的就是离开父母稍微远一点的边角位置，这样就是因为那个小孩子就有了第4代乱喊乱叫哭闹之类的，就不影响到长辈的休息对，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个思考。但是细节分的话还有很多说法。那么在1层楼之中呢，如果在美国加拿大那个盖这个别墅的时候，他都会修出主人房。如果2层楼，2楼上一定有主人房，那父母就住主人房就可以了。那这个儿女的话呢，如果更讲究的话，我就开始讲更深了要是更讲究的话呢，儿女的话就分男孩女孩，那性别肯定它是不同的，它一定有区分的。那么这个上头有什么讲究呢？因为女孩长大之后呢，
她要嫁人的啊。那么和这个男孩比的话，女孩这个属性为阴，男孩属性为阳，他要符合于这个天道地理自然的一些规则。这里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左青龙，右白虎啊，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要记一记哈，左青龙，右白虎。我现在说左右的概念，这是指这个房屋哈。那房屋的左右是怎么分的呢？是你在主人房，你的床头，你的床头贴的一定贴墙嘛，是吧？你坐在你的床上，靠在你的床头靠背上，脸冲的这个方向，这个位置哈，这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坐标标准。哎，你坐在这儿的时候，你的左手左侧的房屋即为左，就是左边即为青龙，因为中国人他为了让你记住的话呢，他用这个动物的一些这个名字来进行来命名，也与形状也是有一点关系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都是动物。那么这个青龙的概念呢，就是通常你像龙，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之中呢，这个龙要比虎大很多。所以你左边的，比如说屋子，或者是墙或者是树，它最好是高过于右边的屋子、墙、窗户、树等等的，就有这个说法。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样子，你就要去调。那么所以呢，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的那个坐标概念中国古代的标准盖房呢，这个中国古代历代政府也总结过一些关于盖房的合理性。这个盖房的合理性，中国古人怎么思考的呢？其实非常聪明，非常合理，就是坐北朝南。比如说我有我的后墙一个，比如3间房子我的后墙是在北侧，就是这样子。那我的门呢，通常是走南方的门。那我的窗户呢，我的每一间屋冲南边都有窗户，对不对？如果窗户只要够大，这样早晨这个太阳从东侧边升起，一直到下午落山之后，其实每间屋子的这个窗户呢，就叫大概均匀的都能够得到这个对阳光日晒。我现在说是不像现代的房子比如说我坐北朝南的房子，我只有靠南侧墙上有窗户。比如说我在西边的，我在西边的我的右手边这间屋子的右侧，那边没有房了右侧墙上不开窗户，好处是什么呢？就没有西晒呀。没有西晒，从西边，因为下午天本来就热，已经晒了好几个小时了，所以到下午一直晒的是西边这间房。可是你的西房的墙上又开了一个大洞，又有窗户的话，就变成了严重的西晒。所以过去中国人西边这个墙壁上西边房子的外墙壁上绝对没有窗户。这不是很科学吗？是吧？是的。变成我的这个坐北朝南的3间房因为这个窗户是开在正南方的，所以这个日晒得到一个平均的晒。这样比较科学吧？是。你不要说我这个东边这间房子，我的左手边这间房子是很冷，我的右手边这个房子就很热，会有一点温度的差异，但是差别不大。如果你右边的墙够厚的话，太阳也晒不进来。因为这个建筑材料它是有保温性的。很合理吧对，合理。就是所以老祖宗们做的这个就是盖房的这个指南呢，
就是坐北朝南，对，窗户呢向南啊，这样的话日晒是平均的。你今天盖一栋大楼的话，窗户遍地都是，对，一圈圈都有窗户，一圈都是窗户，有时候分不清到底是墙还是窗户，是，因为它周身都贴的是玻璃嘛，而里头没有真正的墙，它主要靠里头几个水泥柱或是钢柱支撑的，就是这样。对，那师傅，我们还说回来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主人房和这个儿子的房间、女儿房间的这个分配。对。师傅说呢是先定下来这个主人房哈，这个主人房呢，然后你坐在背靠床头面向的方向这样的，然后是左青龙右白虎。对，左青龙。那左青龙呢？再按照我们说古代的这个建房的指南准则哈，是坐北朝南的，所以我的左边的房间呢，就在所谓的东边。对，古代来说就是东边哈，东边。那我的右手边的房呢，就是靠西边。所以当我有儿有女的时候呢，那孩子一大一点就分性别来住，对不对？对。那男孩呢？是住左边的这个东房，是紧挨着主人房的东房也可以。那么如果有一个 L 型拐弯的房子的话比如像过去古代四合院，北京四合院，东侧的房子有时候东侧是一间房，如果你富裕的话，东侧有3间房也是可以的。是的。不管有没有厨房放在哪里那东房至少有一间是给儿子住的，那儿子多呢，东房多盖几间嘛，就是这样。小的时候他们住在一块挤，那长大之后多盖2间，就靠东侧住。那么女儿呢，相比之下呢，就是住在就是西边的所谓的右手侧。左青龙右白虎，女儿住在白虎位这个男孩呢住在这个青龙位。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女儿可以住在东南角那个位置，也是个非常吉祥的位置，也适合于女孩住。香港有问题吗？那师傅就是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个风水概念不是很深嘛，那有一些房子呢，它盖的可能它的主人房就不在北边，对，可能在南边，那这样子就是青龙跟白虎位，我们要怎么分呢？就是按左右分，就不按东西了，就是主人房的左右是吗？对，就刚才师傅讲的，你面朝背靠床头的那面墙面朝着前面这个方向，然后分左就是青龙，右就是白虎，是这样吧？现在只能勉强的是这样，就只能这样来应用了。因为他比如说今天你盖房就地理环境什么样，有的他也没有冲正东正西，对，就是那块地怎么样就怎么盖，它的方向就无所谓的时候，所以那你对儿女的房间分配来说，还是就是以这个主人房这个位置就是左手边的房子住男孩，右手边的房子呢住女孩，就大概是这样。理解了，谢谢师傅。等一下，我又有问题了，师傅。刚才说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你做的这个就是怎么确定那个方位的左右的时候呢，是靠着床头的那面墙，对吧？这样坐下来，然后分左右。那么主人房的这个床头要靠哪一面墙才是最正确的呢？这有点困难的回答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这个东西南北的位置对，已经被打乱了，就已经就是不是坐北朝南，首先说是，对。那么你的问题是？就是如果坐北朝南的话，我们在主人房的里边肯定是床头是靠北墙嘛，对不对？如果它不是坐北朝南，像现在的一些住房或者公寓楼都会那个方位是，你那个主人房，或者你朝北的那面墙都是窗也不行呀。对。那怎么选择这个床头的这个墙？应该说这个屋子的主位。对了，主位。
对，屋子的主卫，就是主卫呢，首先第一个在主人房，对对对，第一个在主人房，那么第二个选这个主卫的时候，是你的床头放的那个墙的位置，对对对，那通常呢，放床头的，就是床后头，床头的后头，这个墙上，而不是窗户。不能有窗哈。你放的这个位置，放床头板的那个位置，那不能是窗户。对，那在这个基础上它后面是墙嘛哈。对。但是你放的这个位置呢，通常怎么一个讲究的话呢？对呀。不管你家只是坐北朝南还是坐南朝北哈，首先你这个床头所在的位置呢，你先别想它是房子，你像你们家的房子呢，现在都只有1米高，是不是？你的孩子们都在不同的区域在玩耍。对对对。你抬头你能看到每个位置、每个房间的孩子在干啥。这就是你的主位。你是这样选主位。也就是说，我眼睛面对的这个脸面对的方向，其实是，假如我有透视功能的话，我能看到整个房子的。对，全局就是这样。对，我们如果把这个墙，尽收眼底，我们把这个墙拆掉不管哈。对对对。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地上画图，这就是我们的房子布局。那我们总选那个主位呢，就是我不用扭头看，我自然顺便看就看到了不同的房间、不同的孩子。这个位置才是主位。理解了。好的好的。对。对。那还有一种房型哈，就是。像现在这个图片上的这种房型，它不是这个主人房只有左边或者只有右边才有房间，它是这种 L 型的哈，这个很常见的。对对对，它不是两侧有，那这个儿女房怎么分配呢？那首先呢，比如说像在这个图中呢，对，这个儿女房呢都在左侧，靠着左侧哈，就没有右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第一个靠近你主人房的这个是儿子。就是离主人房近的。对，这是我认为。给儿子，因为更重要。他分这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呢，就分上下关系。那么他和父母之间是尊卑关系。尊卑关系，你一定要尊重父母，对不对？但是兄弟姐妹之间是一个联合关系，对不对？但是就是谁是大哥呀、大姐呀之类的哈。但是。男女这个分尊卑的概念的时候呢，分上下尊卑的概念的时候，就是如果在一侧的话，这个房子那靠近父母房的就为上。对，再远离一点呢，比如第一间为上，那第二间就为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别。好的。那女儿就住在下方。感恩师父。师父还有请教一下，除了那个就是方位以外呢，还有大小的分别，是不是不同孩子和父母的那个房间的大小？对，这个是其实很重要的有一点哈。比如说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设计师，在通常情况下，给这个子女房哈。它的设计的这个面积都会小于父母的主人房，通常这叫一定的。但是我知道某些国家的某个设计师出于某种原因情况下，也有设的说，如果你好几个孩子，干脆睡一间房就行了，这样父母亲过来照顾的时候，进一间房，几个孩子都照顾到了。大不了地上多铺几个床垫，对不对？你从管理来说，容易管理的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行，就是但是分年龄。当这个孩子已经超过8岁、10岁的时候，那么孩子就是最小的都大一点了哈，不需要一窝孩子一块在一个大房间来管的时候，所以这个孩子的房间在原则上，我想讲要求哈。子女房绝对不能大过于主人的父母房。那否则的话就会出问题。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师姐哈，她家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最大的那个房间呢是西晒，所以呢那爸爸妈妈就没有住，
他就说算了，那个房子给2个儿子住吧。所以妈妈呢就住在稍微小的一个房间里了。对，那个结果呢就等于是最大的房间是2个儿子住的，结果就造成这个大儿子哈就越来越不听妈妈的话。对啊，然后也不好好工作，就躺平了都。对，他这个就是从一个家庭的风水来说哈，其实综合的风水也是一种非常科学的能量学说。当这个孩子呢住的房子，这个房间哈，当大过于父母房，或者是同等于父母房一样大的话，从这个空间能量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孩子是承受不起的。他呢就是容易和父母对抗。如果他的住的房大过于父母房，也就是他叫不孝，他可能特别容易给你翻脸，你说什么都不听。对，就是当今的青年人来说，我在家躺平了，就是啃老吃父母，我就不出去工作，我啥都不管，就像一个退休老人一样，都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提醒网友朋友呢，就是说，主人房，除了你们家有库房之外，主人房永远是家里最大的房子。那么子女呢，这个房子如果因为小时候为了方便管理的原因等这个最小的孩子也超过了10岁以后，你要把他孩子的房子有个破解的方法，就把它可以一分为2。对，既然他那个房间大，干脆中间就隔墙，对，分成2个房间，修隔墙而不能拉窗帘。拉帘子还等于是一个房间，至少可以做木结构的隔墙，隔墙，它形成真实的2个房子，2个房间2个门，对，对，这样就好了，这样才好。这个子女呢就成为子女了。对，对，他就是能听妈妈话了。是，太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伦理层次对，大小跟这个母子之间的一个应用啊。对，那我也听说过有些个别原因在某些国家某些人的某种家庭情况下，说这个，比如说儿子呢好不容易找这个对象，找了个女朋友，但是呢自己呢，他们算是有这么个独立的别墅，这个房子也老化的对，家里又没更过多的收入，那么自己家里也有房，就是又舍不得多掏钱多凑钱在外面给孩子买个房租个房，说干脆在自己家这个房子里住。对，那你们结婚是吧？我们父母的都老了，这我们随便找个屋住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主人房呢让给你这个青年小夫妻来住吧。这就麻烦了，就长幼不分了。不分了。你让他住了，他也不孝顺，最后还容易反目成仇。就是剥削父母所以至少容易这样。如果你家里头如果有这种情况，我相信可能你的理性原因大过于风水的话，你可能还是个孝顺的人，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是说容易造成这种大小不分尊卑不分。比如说子女在这个我们说在风水学来说的话，那个子女在父母面前的话，你就是小辈，你的父母就是尊贵的，所以你不能住父母的这个大房子大床，又是带新婚媳妇这是不可以的，这叫占领。对了，这个占领了之后，你等于就是占领了父母的房子和床的时候，就等于从精神上来说，将父母的尊贵的这个父母位就否认掉了。对，从风水学来说，就是对他们这个父子的关系非常的不利。也不应该这么做。对，所以有这种多代人2代人3代人一起住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最长辈的对，这他要住最大的这个主人房。对，主位的房。对，这样你们家的伦理层次才是清楚的而且你们之间的家庭关系和谐，正是像你们家2代和3代人的和谐关系一样，和谐而且孝顺。对，是。那讲完这个房子，我就想起来，那这个床是不是也一样一个床的大小和床的高低。对比如说这个父母的
这个先说了房子了，还说床的话，这个床的尊贵感，尺寸大小尺寸一定是大过于子女的，这是一定的，那比如说孩子结婚了，是吧？那你夫妻俩你不能住一个小床啊，是不是啊？对，比如说父母住的床再宽，哪怕宽了1寸，也是比你的大。还有买的这个价钱的感觉。他比如说贵重感。对，还有尊贵感。对，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父母买这个床的时候，20年前了哈，他本来现在看就便宜，比如说1000块钱。对，现在这个孩子呢，买比他差的都6000块钱，是这个就没法说。但是尊贵感，父母的那个房子的尊贵感，应该还是超过于这个子女的。师父有那个尊贵感有一种表现哈，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那个床头板的那个高低。咱们去住旅馆的时候哈，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旅馆都住过，什么几块钱的到几十块钱到100-200块美金都住过，对，是吧？先不管说这个酒店的级别哈，它这个你进了这个房间之后，这个床的这个背靠板这一块哈，有些装潢呢，它背靠板反正是固定不动的嘛，它是通天的，对，你看它从床头这儿一直通到这个屋顶上，是，还有这样子的。那么也有呢，就有点特别像欧洲的英女皇的感觉，可能你在这个床的这个床垫上往上看的话，往上还能超过1.5米，而且雕刻的很有气势，对，很气派，是，会给你什么感觉？尊贵的感觉，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就小木头床头，是吧？那高出床垫来呢20公分，对，就2个小黄色木头杆儿。就在这个床头这儿挡着那个枕头，和那个一个雕刻的特别夸张、特别威武、特别华贵的那个大床头，又是涂金描银的相比的话，是不是啊？它2个贫穷和尊贵的感觉立刻就分出来了。对，所以那个床的这个气势的感觉呢，与这个床头的那个背板那个高度和宽广度，有关系。好的。对，还有制作的精美度也有关系。所以家里这个主人房的这个最长一辈的哈，对，就应该睡这个最尊贵的床。没错了，所以你家里如果说钱不太缺钱的话，你在选择这个床头的背靠板这一块哈，或者床头板这一块上，也根据你在家里的身份地位的时候，其实和子女之间有点差别还是比较好。你不一定买的最夸张的怎么尊贵，对，你靠在那儿又硌得腰疼，对不对？那这个也要小心一点。它有很多种选择，但是说这个概念是这样来进行区分的。这种床与床的对比的时候就是这样。太好了，你看这个，我们网友们都在说。他说我刚刚搬新家，这些内容的知识太受用了，太感恩师父了哈！赶紧现在就跟着师父给的这些指导来调整风水。对，多听一听。对，有问题大家赶快提哈，你写的越详细呢，那我理解的就越好，那给你的指导也许是有用的。对，还有这个网友说，原来青龙白虎是这样来看的，长知识了，就看明白了。对，是那还有一个这个凤笔啊，他就说，我的房子从门口进来左手边第一间是儿子的房间，然后是我们的主人房然后门口的右边是女儿的房间请问师父这样可以吗？就是跟网友们回答哈，就还是你站在哪儿去看这个左右是很重要的。对，你要回到你的这个主人房，而且是床背板的那个，你站到那儿你后头靠着这个床背板，然后眼睛往前看，就这样的站的这个方位，再看左右而不是说你进到大门进来以后看左右就这个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非常实用的一点。但是凤笔的这个安排是可以的。是对的是对的因为你进来之后，女儿房在右边这就正好符合一座青龙右白虎的概念。
对，但是这是分配哈，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调整了哈，对，他要说如果我那边有缺憾呐、说那边有不吉利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还没说到那一层哈，它其实更深的啊，这是最原始、最基础的一个讲解，对。所以现在师父讲的都是这个伦理层次的这个大原则。是，伦理层次我再接着往下讲一点哈，有问题大家再提，你们俩也可以一会儿再提哈。那么就是再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记着阴阳平衡，啊，阴阳平衡。你看你这个，因为我说在当代来说的话，你盖房的时候也不一定坐北朝南了，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你这个有些屋子见不到阳光，有些屋子根本就是全天候西晒，是吧？全下午你说又是大落地窗，啊，把你这个屋子给晒的吧，你多好的空调都不管用。所以很多大家在去租房买房的时候，所以，还尤其是租房哈，我们在那个新加坡曾经遇到这么个事儿哈，就是我们一个同修朋友，他就是新加坡人哈。那他呢挣了不少钱，他去租一个很好的一个房子，他就上当了。他那个租金呢，一个月5000新币，那个他的电费3000。啊，就是比例贵不贵？空调了，对呀，哎，他不懂啊。结果他租的就是一室一厅，全是西晒屋，啊，这2个屋子是并排嘛，哎，都是冲西边，就大窗户。哎呀，弄得他新加坡也热呀，把他烤的呀，这每天那个空调疯狂的开着，就是，那不开空调就热死了。你想把屋里地板、被子、沙发都晒得滚烫滚烫的，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弥补？只能全天候开着空调，所以每一个月花很多钱呢来交这个电费。那空调电费很高呀，是吧？所以他就没这个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你不能租这个。那我租哪面好啊？省电呢？租东南角，对，最佳位置是东南角，你就省了电了哈。对，但是又有阳光，你不能没有阳光哈，又有阳光，但是呢，你想过了下午2点，你的屋里进来的阳光是很少的了，哎，找东南角的房来租，啊，最后他就租了，电费省了1半多，啊，开心了，就是也健康了。他过去啊睡到这个就像一个暖气房一样哈，这个西晒的新加坡房子，哎，他晚上睡不好，对，就开着空调，他那个被子，它是烘那沙发，它里头散着热气，对，烘烤感。等天也亮了，他的床也凉下来了，他也该起床了，也该起床了，就睡不好，就弄得他特别失眠。对，师父，我们的网友就问的问题挺好的，就因为师父讲的这个主人房跟儿女房间的这个主次关系啊，哈，他说呢，就是有2个网友差不多的问题，他们家的这个应该是公寓了，就是都两个房间，还有3个房间都是朝南的，哦，都朝南，对，而且都一边大，哦，然后问师父说，那怎么分哪个是主人房？左为上。哈，就最左边的，对，进门以后最左边的，对。哎呀，太好了，一下就清楚了啊。左为上啊，对，当分不清一个排列的时候，就是左为上。还有一个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主人房要比较靠里一点，就不能把着门口，对吧？分大小房了因为当今的话，你1房2房的这个东西哈，还有的时候你认为是主人房，但是当时盖楼的设计师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对吧？他就是觉得哪个地方，因为主人房有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厕所的下水管，对，它分上下水，对不对？位置，你既要能够洗脸漱口，还能够排便洗澡，对不对？所以你这个主人房里头不是就有了一个厕所的这个需求嘛？对。当然，这个厕所需求的时候，它有这个上下水管的这个位置，就看在原始的这栋大楼当中，它这个位置设在这个楼的中央呢，还是每个边缘的受着，它一定要顺着柱子修嘛？对。哎，还是在边缘上呢？由这个来决定主人房在哪里。
了解。它不是随便安了个主人房。了解，对。那如果那样盖好的，那没办法了，就是最大的，和还也考虑这个方位哈，对，一起来决定这个主人房。那如果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盖，那今天听了师傅这个就更明确了。对，尤其是这个特别适合于自己盖。对，你懂得这个风水的布局了哈，对，那就比较好。对，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主人房你别把门口最近，对吧？来个贼也先进主人房的房间就不好了，而应该是在比较靠里一点。按照古代的设计哈，比如说一个四合院，那没有什么楼房了，就是一个平地。自己家这一大块长方形的地是吧？那这个通常主人房呢，绝对不是靠门口，对，反而靠最里头的。他这个设计想呢，在你的房子、你的子孙后代不断轮转之中哈，那么子女大一点的呢，都是靠外住嘛，能帮着干活啊、看房啊，是吧？守门呐，没错。但是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呢，就往里头住，对，也安静，也安全。他和现代人的一些思维方式不太一样，是吧？你现在的话，孩子少，房子又小，那几乎都把最好的位置就提供给孩子，那所以现在很多孩子也不好养啊，就本末倒置啊，对吧？但是你对宠爱的孩子，当这个本末倒置，分不清谁是尊谁是卑，是吧？谁是爸妈，谁是孩子，只有这个关系分不清楚的时候，就。你们的关系特别容易出现颠倒，就你天天孝顺他去吧，他还不买账啊。还有好几个网友我看问的是类似的问题哈，就是说父母住在儿子家，就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儿子的，对，那父母住过来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儿子媳妇住这个主人房呢，还是外头来的父母住这个主人房？就看你父母到了儿子家，你还是不是儿子的父母？这个好，这个是网友自己来决定的。那有些儿女结了婚之后，对不对？说房子呢是我买的，我全钱买的，我都没向父母要1分钱，你到了我这儿，算是叫寄宿，是寄宿，是甚至没人要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到这儿我给你个随便屋就不错了。那就不孝顺了。也可以啊，这是你和父母之间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这会出问题了，有点复杂了。好，这个我相信网友听懂了。对，如果父母到了孩子家，不管房谁买的，父母就是父母。那你想谁是主人房呢？那就是父母。所以只能自己来决定这个事，是吧？所以有些孩子不懂事呢。我觉得钱都是我花的，房子都我自己的，尤其是媳妇哈，媳妇不是你公婆来生的，所有的媳妇，尤其是说装潢材料借钱都是我娘家出了一半那这是吧？这个主人房凭什么由他们来住呢？有时候遇上儿媳妇这个不太懂事的时候，他会这么说哈，那儿媳妇这么说的结果是啥呢？会让他的儿子将来等他老了之后，他的儿子把他看成奴隶，也不养他，也不尊重他。而且呢，这样的媳妇等于是在陷害丈夫，让丈夫成为不忠不义不孝的人。这个黑锅应该往下的滚动是5、6辈人都会被废掉的。这个问题大了它会产生一个因果的一个持续的性你的孩子在接下来4、5代都是废掉的这个要小心一点。了解了，好的。那师父刚才讲这个风水的核心，一个是这个伦理层次第二就是这个平衡。刚才师父讲了1点而已，那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平衡的原则我们需要注意的、学习的？很多内容几乎我们房间的合理性的风水的安排，或者叫健康性的生活，来把这个我的房子院子弄好的话呢，每个部分都涉及到阴阳平衡的问题。你比如靠北部的这个房子，对，进来的光线就少，是，那应该怎么做呢？加灯光。那你想里头，第一个是灯光，第二个通风。对吧？你想它不见光，对，它就阴呐。阴了，你猜一猜再说说看。冷啊。对，
所以要加灯。有光就会有热量有温暖感但是还要通风，千万记住通风。因为不通风，它不是冷不冷、黑不黑的问题，还发霉。对了你的屋里头一长了霉，我现在说的不是房子建筑的问题。这个霉，屋里总发霉，容易得霉运。霉运不光是健康还影响命运嘞，运气的问题所以家里头有这个霉的部分，赶快去处理。自己不懂，找一些专业人士处理。对。那么还有，你看住在海边的是吧？对。那要小心哈。太潮湿了。海边的，我可以这么讲哈，海边的你们家的金属的东西，无论艺术品呢，锅呀。是不是一个铜的一个小雕像马呀，还有人头像啊，它就早早的就被腐蚀，就长锈了。还有电器特别容易坏，因为海边上这个那个水空气中含盐性比较高。所以金属物品早早就坏掉。对，这个你要注意啊。所以你要减少这种东西，那如果要不减少，可以就少开窗户。就用更好的空调。对，看空调之中有没有能够祛湿的，是吧？去掉，不光是祛湿，去盐，能不能去掉空气中的盐？就更高级的。哎呦，再就是买日本的一些，你的用于室内的空气过滤的，将有一些不是空气的。那些分子的东西给它吸收拦截下来，最后变成白色的粉末，其实都是盐。在屋里头要抽那个东西，除了抽湿之外，把它盐分也存下来。这也是一种平衡吧？对，也是。对。那还有就是房子跟人口的平衡有的像我们在北美的话，那个大 house 都好几间房子，最后就剩老两口了，或者剩一个人了。这是另外一个平衡另外这个平衡有好几种这个内容。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于风水本身，风水利不利的问题，就是人的健康问题嘛。对。比如说房间多人少，这是一个问题对，还有房子小地大。对，院子特别大。经常说讲一些在书上看到的巨富的豪宅。庄园类的进了他家属于他家大门那个庄园呢，开车还开了5分钟，是才到了他家的别墅。这个时候容易出问题，像精神问题啥的。精神问题。对。那还有一个呢，你这个房间咱们就说主人房好了主人房过大。对。咱们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一般房间的大小就是标准有星级的旅馆，就是从1星开始吧，最好从3星来开始算。我们说的标准单间儿，就是里头自己有厕所、洗澡，一个类似一个双人铺床这样的对，大概是20平方米左右。对，稍微大一点的24平方米。大概就是在这，一般是限制在24平方米以内。大概就是这样。那这么大的一个屋睡人，有些这个屋里头去掉了厕所。如果这个20平方米的屋子里头去掉厕所之后，你的屋子很宽敞了。好了，有个人说，咱就是有钱了。咱们睡2个人80平方米。比一个这个旅馆的一个标准间大4倍这就不行了，叫人少屋太大。对。第一，招风邪，还是精神容易出问题。太空旷或者哮喘。你以为屋子大，空气不是好吗？对吧？就好就过头了。就风水来说就不平衡了。你这个人少屋大，你的能量压不住这个屋子的那个风。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是20平方米这个大小的一间屋子，对不对？对呀。但是我从地面到屋顶5米高。
那太高了，跟大家筒子似的。有些女士并不知道说我们平时住的房子有多高哈。平时的房子的地面到屋顶的高度没有超过3.5米的。如果有3.5米高的这个空间啊，已经觉得挺高的，很舒服了。已经很高了。就不能超过3.5米了。但是最新型的盖的这个房子哈，你这个上下之间这个关系哈，最多3米。对，越盖越矮。因为你想每一层它节约10公分的话，它就一栋楼它节约很多钱呢。它多盖一层出来了。对对对，所以他就投资了，说就可能省了100万。是。对，所以呢，这个楼层它尽量不建高。但是咱家有钱呢，还有这是历史的原因，我们盖的就是宫廷式的。我这个屋顶，你像哈，面积比如说20到30平方的面积，平方米哈。对。但是我的高度5米。人就在这就受气了。受气。哦。我说气也是那个风水的风。我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很好哎。就受气在里头。气就伤了，伤我们的健康。对，就是又不是那种大会厅啊什么的哈。对，所以自己住的房间不宜太高。对对对。很多这种不平衡的这种关系哈，对，都是需要调整。还有一些不平衡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就是我们去看有的家里去做客哈，他们家特别乱，破烂儿可多了，到处堆哈。到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哈，是这个主人他的大脑思维是乱的。就算不乱，放一放，它也变成乱了，就大脑不清晰。你说一个人的这个住房哈，他这个空间啊，他居住的这个卧室里头哈，每个地方是层次分明的。越分明，就这个主人的大脑呢就越聪明。所以呢，就是有些孩子比较懒嘛，就是说该叠被子不叠，该扫床也不扫，该洗的衣服不洗，就在地上乱扔。尤其是地上，平常妈妈擦的也比较干净哈，不管是地毯呐还是地砖的哈，都擦的挺干净的。他觉得我衣服不管什么衣服就往地上扔，反正自己的屋嘛也不脏嘛，是不是啊？当你扔的越杂乱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绪也开始是乱了。所以呢，我是认为呢，你的一个生活的区域之中哈，不能太乱，也不能太干净。太干净也不好，就干干净净的不是好吗？是，如果你的睡房在自己家里头，对不对？说我回到家来是我的精神的避风港，对不对？你不是在军营。我看到过一个韩国电视剧哈，这个军人呢新去当兵，光他那个长官训练他哈，折磨他，就光叠被子，叠那个军被，而要叠出来是几公分宽几公分厚，是不是就像切豆腐一样，一个一个标准块儿，就叠成这个样子，一尘不染，那个是其实叠这个被子与这个士兵没有太多关系，他为了训练士兵听话，对吧？所以他每一件事说你必须按照我的要求，你必须规范化。所以呢，还要求你形成一个有责任心的，每一件事情也做到底，不管你是否觉得合理，长官要求的你必须执行。叫做当兵就绝对服从命令哈。我看到那么一个场面就很搞笑。但是任何一个人，他回到家里头，他的被子，他也想标准叠，他已经习惯了嘛。当4年兵的话，你发现他整齐，但是如果他来了一个士兵的一个朋友来看他叠的被子，说你叠的啥呀，一点都不标准的，比我们标准要求宽出了4公分呢。你看，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回到家呢，我们说回到了家里的避风港哈。我家里就是我说了算，放松。尤其进了我自己的卧房，对不对？所以说我乱扔衣服乱蹬被子为啥呢？我放松啊。为了这个放松，其实合理的。那我讲了一个，也是一个叫阴阳平衡的话哈。那我曾经有前前后后有去过几个家哈，特别的干净。干净到什么程度呢？
我怀疑是到了一个叫做居住的一个博物馆啊，哦，或者是摆的东西不一样。如果换一种放一些医疗器械的话，以为到了医院。它什么都是白的，白床单啊，也有沙发，沙发上所勾花的那个东西都是白的，什么都是白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掉一根头发也看见，那么大沙发上有一根人的黑头发就看见了，那可以叫做一尘不染。那是不是也会有精神问题啊？其实是啊，但是主人并不知道。对，但是精神问题的人就是怎么去认知这件事儿。那这还是大学教授。他就是这样子。那给他带来的威胁是什么呢？他亲口告诉我的，他教人投资的，结果他投了资，他所有的存款全部因为股票的跌，把它跌没了，100多万啊，接着剩下手里只有5万了啊。还是最近发的工资得的啊，就成了这个样子。那第二个不利于生育。哦，我听到了，所以这个太干净了哈。第一，肯定这个精神状态有问题；第二，还不存财。对，第三还不利于生育。不利于生育叫不利于存人。对，不存人不存财。对，哎呀，这两个都存不住，所以这白白辛劳一辈子。所以说这个阴阳平衡，各种平衡多重要哈。所以我在哪住的时候，我的被子尽量不叠我的衣服尽量是吧，穿的也不是很脏嘛。完了之后呢，我就回去之后出汗那种，我就拿个衣服架一撑挂在那儿，屋里有空调吹一吹。其实明天继续再穿。是。其实没洗。我还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一闻没什么动物味道，继续再穿。一闻有檀香味。不管是不是檀香味儿，是自己的味儿就穿。是吧？熏着你们了，算你鼻子太好用是吧？那不行，这要符合于自己的格调。好的，了解了。所以不能太乱，乱到了实在下不去脚的时候，可以说你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对，精神出现了叫放弃生活的意识。对，当你满屋乱到不行的时候是这样的。是。那还有一种科学家级的乱，知道吗？他家里的试验材料、文章扔的到处都是，他觉得没地方放。本来在桌子上落一摞纸，对不对？对。像电视上拍的一个老板放一摞纸，干干净净的。那么一个科学家回到屋里，哪来的秘书，哪来的助理呢？所以他半夜睡不着觉，就写画画，写画画。还有你看画家的屋里头。如果整个画家屋里是一尘不染的话，你用什么画？用精神画吗？画不出来了呀。用精神在画吗？所以一个画家满屋画的都是知道吗？在你墙壁上都画，所以你房子千万别租给画家去。所以到处都是画才是画家，对不对？到处贴都是文章才是科学家。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干啥的吆喝啥，他屋里存着啥但是这种叫做乱而有序。所以乱和乱不同就是怕的是屋里头像垃圾一样堆了一堆一堆的其实以为到了一个垃圾堆来了。是。这个就是混乱。这个精神有点问题了。那种放的都是他的文稿，都是他的什么一类的东西，这种正常，是非常聪明的一种表现。好的，我们学到了。对，只是不懂的人说看着咋这么乱呢？像我扔衣服，我也往地上扔，在外面天天正正经经、正正规规我洗了澡还不能随便扔衣服吗？说实在不行我扔3次，是不是让自己快乐一下，是吧？你要的是回到自己房间放松的感觉嘛。当然这不是什么变态行为，是正常的，对不对？那你觉得乱，我没觉得乱呢。我地上一共扔了几件衣服，我很清楚，对不对？你别人进了我的屋，动了我在地上扔的衣服，我一看就知道。中有序。对，就是一种叫繁而不乱，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简单即乱。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橱柜里，外头干干净净，橱柜里头，你说你把你那个红 T 恤找出来，他保证2个小时找不出来。是这样。因为他往里放的是往里塞的，像往狗洞里塞东西一样，是吧？就没有一个次序。对。那么这样乱塞东西的人，他的眼睛是两眼无神的。哦。我们说多了哈。
好的，好的，好，师傅给我们讲了这个风水核心的这2大原则，就很受用了哈。伦理层次，还有这个阴阳平衡。那我们接下来就网友也问了很多问题，是，请师傅帮我们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吧。好吧。现在网友们都在提问哈，然后有一类问题呢是关于那个房子的门，就是他们说有一些房子呢，屋里的就是大门啊，它是玻璃透明的，这样是不是有一点不太好啊？要不要盖住啊？我觉得门是透明的，门是透明的。如果是商店没问题啊。现在新型商店，你说还有门是不透明的吗？如果是不透明的门，一定是老房子的那个老商店，对不对？对。新型的商店哈，那个门窗尽量大，为了让过路的人看到屋里我有这个东西在卖所以尽量把自己能够向过路的人展示自己里面有什么。那咱住房正好相反呢，我不想给过路的人展示我家有什么和谁住在这儿啊。第一个分心情，第二个分身材，是不是啊？我为了恶心死你们，所以我穿的最少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理由，说刚洗完澡之后穿个大裤衩在屋里跳舞这肚子呢，光肚子200磅你可想整个身体加起来多少？400磅，对不对？那脑袋比猪头还大，那在屋里跳个舞，整个这一块都被污染了。对呀，因为你的窗户窗帘没拉，警察也不一定来哈，把警察都给治愈了。警察1个月没笑过，警察一看这种情况下，哈哈大笑好了，精神病好了。如果说你的神经是正常。你不希望说，你这个在自己屋里穿的少一点不希望被别人去欣赏的话，我觉得门是不可以那么透亮的，去透亮，故意走光的，对不对？就故意走光啊！我想起这个词来了，对不对？人家很多明星说哇走光了，其实很多明星特别恶心人。你穿的关键部位都搂着半个，是不是啊？一不小心全露出来，你说走光了，你走死吧，走这样的走什么光啊？你干脆直接脱光就算了吧，直接光吧就。对呀，这人体不就是那样吗？非得弄得这个样子，尤其是炒作女明星都是这样的。那如果不裸一下的话，就不是明星。所以一个明星想熬出头来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但是咱们生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就我们生活的时候要的是一种回家的一种安全感。我刚才讲说，回家有一种回到自家的温馨的小窝，自家的避风港。我那衣服想怎么扔怎么扔，对不对？一种自在的感觉。但是你这种，请记住是你自己在扔，而不是表演是吧？你把窗帘全拉开，你看我就这样扔，合适吗？不是神经有点问题吗？对不对？要不是神经有点问题，要不是肯定要想干开想不开的事儿香可，你懂什么叫想不开的事儿是懂吗？懂的哈，说你悟性还挺好的。你千万不要干想不开的事儿香可永远都想得开，想得开只要有晚餐就行就是，所以你的脑子如果没出问题的话，你在家里头，你的第一个就是门的作用。就是通过这个门，只要一关上，就把我自家和外面的世界就分开了。第一个就叫安全性，第二个保温保暖性。无论我要冷气也好，还是温暖也好，对不对？它和外面不一样。第三个叫隐秘性，这个不叫自私实际上你买那个房子，你租那个房子，关上门就是我家的。我在我这个家里干啥都行，只要不违法，是吧？所以就是这种自在的感觉是不会给人家欣赏的。不给人家欣赏呢，可是你把这个门做成透明的门，那不是刻意留给一个缝隙给人欣赏吗？对不对？那么从风水来说刚才说除了这种隐私和精神状态之外，你这个门这么透明，本身就容易漏财。哇，这个一听我们网友马上就改了。对，漏财因为你一个玻璃在风水角度来看的时候，等于没有门，对吧？你拿进去的财还会流出来，你原有的财都会流失，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门千万别那么裸啊。就是有窗户的话，一定要靠上，窗户最多占门的1/5那么大，窗户不能太大。不能太大。对，我们网友像刚才美元网友就在问嘛，那落地窗呢？对，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落地窗也有同样的罪过。哎呦，你看对，所以落地窗也要进行处理解决。是光窗帘吗？是？你比如说今天你买那个新型的那个高楼 Apartment，是吧对公寓楼？apartment 哈，公寓楼，它是外墙就是整个都是玻璃的。对呀、是。那么你在屋里头，你再不挂个窗帘，那真是根本就是免费表演，就是对不对？所以那从风水角度，我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窗帘。最好的住这种房的话，就是2层窗帘，对外的一层呢是有点那个绣花式的那种哈，纱帘儿。纱帘，没错，这个名字比较专业。透光。但是不遮光，但是外面人看不清屋里头，是啥哈？对，你能看到外头，外头看不到里头。那么第二种呢是挡光的，第二种就是挡光遮光窗帘，就通常比较厚。现在专门有纺织的，就是挡光的不透光的窗帘布，对，有卖的哈。对做这2层来进行配合。因为你窗户太大，比如说我这一堵墙。本来应该3米长的这堵墙哈，如果是窗户的话，可能就1.2米宽的窗户。可是整个都是落地，整个墙都是玻璃。对，这满屋都是窗户。对，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你这个窗帘哈，给它拉到，比如说1.2米的窗户宽度。两边都往里拉，你的窗户不就缩小了吗？对，还有呢窄了，在窗户靠下面，比如说60、70公分左右的地方呢。像我过去试过哈，我在我的屋里头的这个玻璃墙上头，我在里头贴上了一层茶色的、咖啡色的那个透明塑料布，就是遮光膜贴上去的遮光膜。对对，车上也贴那个东西嘛，对对，遮光膜。外面人看不清这个。这个它不光是挡光哈，它就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像类似于墙的感觉。而墙是不能透明的，它产生了一个对墙的遮挡性，就是避免说漏风漏财，漏风让你得病，漏财变贫穷，是吧？所以要这样来处理一下。哎，师傅，这个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哈，就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他那个。当年在那个纽约市中心中央公园那个角落那一边哈，他要盖那个川普国际酒店，当时就是那个不是他要改风水，当时那个楼哈就全都是透明的那种大玻璃幕墙的，就那种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那个时候可能那种比较流行，刚流行对。但是呢，他呢就是还挺好的，他就知道有风水这个学问呢，他就去找了纽约市的这个风水师来给他看，还是华人哈，对，叫天山本岩，对他跟他爸这张照片里边后头就是他爸，对，来帮他看，然后这个风水师就帮他调整，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透明的玻璃幕墙都改成茶色玻璃，就跟师傅说的一样的。对，它就是减少这种透明感，这样就不至于那么的漏财呀，就这种对，它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是挡煞，因为它大位置这个中央公园附近呢，整个的大位置是很好的，但它这个小位置呢，它这个楼的下面就是几条主要的那个公路全都穿过这儿。所以就好像他们讲，就形成一个穿心煞一样的。然后还有这个圆环叫 Columbus Circle 哥伦布圆环，就它正好这个楼就在这个圆环的旁边。所以人家风水师说你这个煞气很重。这个师傅也讲过，如果我们的住房在那个路旁边，对吧？尤其是高速路哈，就非常的不好，一个噪音、车水马龙，整个还有这个气场的这种冲煞作用。对。所以他就说，就是这个改成这个茶色玻璃也是挡煞，不然那个煞气不好的气就好像直接就穿进来了嘛。对，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玻璃门的那个概念。这叫穿心煞。对，他就给他调了这个。这挺好的。这是之一了对。
他还调了其他的，就是那块那个整个那个交通枢纽的那种感觉，不是好多路穿过来嘛，然后他就在大厦门口给建了一个大金属的一个地球仪一样的一个雕塑对，这什么作用啊？风水师就是说这个就是好像龙吐珠一样的哈，这个要师傅来解释这个具体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它在挡煞嘛，挡煞，你冲杀过来，它是5条空气龙，应该这么说，空气龙哈，冲煞过来，那他的楼就在那儿嘛，对，那你这个冲煞过来之后，你总没有权利说我全把这个路堵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去堵那个路，对，所以只能说象征性的，怎样把这个几个冲杀过来这个能量，给它消化掉，化解掉。听说那个太极拳嘛，对呀，太极拳那个方法呢，就是说你一拳很重的拳打过来之后呢，我呢给你一推，不是用胸使劲挡你来打吧，我刀枪不入，不是这样的。可能呢，我呢反而不用力，我含胸往后吸气对你打过来，形成打在棉花上，我也不受伤，你白使劲儿是吧？完了之后顺手一拽或者一推你，你就倒了他这个做了个地球仪，又是金属的哈，也有这个意思。他企图化掉这几个方向来的这个冲煞的能量。我听说他那个大厦把那个门口本来是对着圆环的嘛，对，都改到一侧了嘛。没错，对他那个门口本来又对着那个圆环，就几条路都冲进来嘛。对。然后风水师就是说，你这个门口要改向，改方向。改到面冲那个中央公园的方向，对，因为风水上讲那个中央公园挺长的，其实在那个纽约曼哈顿那块儿哈，挺长的，就像一条绿色的龙，正好应了青龙这种概念，它就是给他送财的等于。对。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门呢改到冲向这个青龙的方向，所以他这个财呢来的正好就这个门口就接住，而且不光是接住呢，而且还说在这个大门口的外头呢要修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广场就像师傅讲的说，我们禅堂要有腹地呀，要有容纳呀，就这种，你这个财气来了，人气来了，我得容得住啊。对，是。所以这个风水师给他改了这个4点。所以川普呢，在那个之前呢，还遇到经济的打击困境，这个一下就翻身了。当时欠90个亿，对，他一下就翻了身。那么现在还当总统了嘛？对，所以他给的这个风水调整呢，我相信对川普的帮助特别大。在美国经商的人都知道川普信风水，是，对，所以人家真是有两下子，是，还真是有两下子。就是从这个美观从实用学来说的话是对的啊。大家想一想，大家开着车，本来在公路上走到这儿。是到了个圆环，为什么是圆环呢？它是5条路聚过来所以就变成所有的司机呢就很紧张，要渡过这个圆环，再找到自己的出路，没有人在这停留。那么川普这个酒店就正好在这个圆环上，大家都紧张要逃跑，怎么能留得住客人呢？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门要开在一个另外一侧，又是面对中央公园对。这个大财运而且它是永远不会改的，公园不会改的，不管旁边楼多修多高公园不会改。对呀。所以给它一个叫做一个天然的大风水对。这个天然大风水呢，但是当年的美国设计师不懂对。他都借用的反而说在这里开车路过的人多，所以把门口放到这儿。但是这里是叫车水马龙，到处跑的人，只想逃跑的人。你干嘛放到这个位置对，所以提醒网友呢，就是如果你开个餐厅也好，开个商店也好，开个生意，你开在这个高速路的旁边，还不如不开的好。白投资肯定赚不了钱。那个速度极快的车，他都不敢停下来，也没有任何可能。对了，没有机会停下来，他怎么会来买东西呢？那车自己不会买东西那人要走下来才能买东西所以你开餐馆也好，开各种销售的这个东西这种店家的话，一定要开到什么地方？走路人多的地方。这就是关键对。对。
太好了。所以说这个大玻璃墙哈，对这个大玻璃墙，又是墙又是窗户这个概念，一定要做一些调整，才可以哈。这个调整还没完哈，因为它这个我说贴了个玻璃膜，还不一定能够留得了财，它在里头一定做了布局，有聚财罐，还有呢消煞的树，对。都放到窗户那个大落地玻璃窗前头，几乎在你的屋里有地方放的，有角落放的，你都给它放上。角落里，对，和窗前。对，那古代在过去的时候，师父还教过放葫芦。对。葫芦特别的，对，第一个是把你那个煞气给阻挡掉哈，第二个顺便聚财。对，所以以后呢，我们会给我们的网友提供一些。金属的虎形的东西哈，虎形的呀，麒麟形的呀哈，也是挡煞冲煞，去消这个灾的。因为之前没有讲，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如果真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风水师傅谁都需要啊。需要哈。师傅，您那个右手边这大罐子是不是就是这种聚财宝罐啊？这是龙罐。这过去啊，这是清朝皇家的。皇家的这个。但是呢，这是清朝仿明朝的那个做的哈，对，这个有200年了，这都是我们放在这儿，都是当做聚财宝罐。对，因为有时候我送一个网友哈，那之前这个我记得是台湾的一个网友，他家那个前做生意赔钱嘛哈，我送他这么小的一个小罐，像苹果一样，对，他家应该几乎身无分文了，有那个罐之后呢，放到合适的位置哈。他那个生意哈就开始扭转，现在已经都很好了，经济问题完全解决了。哇，真好。对，但那个罐呢，是我们加持过，本来就是明代的罐子。这越老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它这个，你给它的指令是吸收的时候，它就吸收能力极强。要不然过去说一有了钱，要不是老妈病了看病，一笔钱又没了。老妈病刚好了之后，儿子赌博对，那现在呢，这些问题都没有。有钱来了之后，该病的不病，该赌的不赌了，钱就存下来了。真好。是，真是。那师傅，那个这边左边的这个头发飘飘的这个龙，帅龙，对，这是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哈，这个它是一条龙啊，对，这个龙呢。其实它是火龙啊，火龙。对，那这个火龙呢，它是能够震慑与水相关的啊。对，比如说你内侧哈，那个湖的这个水很多。对。比如说你的右侧方，右侧本来属阴哈，对，右侧方有一个大的湖。光看欣赏湖的美色，这个是没问题哈，但是这个水煞太重，阴气太重。有一条火龙在窗户上对着它，就可以了。因为龙呢，龙通常干啥都行啊。对，你那边有路煞啊，比如说钉子一个路冲过来的路煞哈，你对着那个路口消解煞气了。你那边有个医院，然后对着那个医院，也是可以。有个教堂对着教堂。没错了。其实你离教堂近的话也不太好。就说到这儿。了解了。越说越多。那有这条龙，咱就不用搬家了。对。其实这个我们网友需要的话呢，就是说，那你刚才我们讲到哈，你们从川普那个总统他家调整这个风水哈，那么曾经也有人问了我哈，师傅除了这个立体的罐子啊、葫芦之类的哈，还有没有不是这个罐子立体的？像图画一样的东西，有你能聚财的哈。我还画过那个，对，那个能容那个罐子，蓝色的罐子，对，是过去的玉壶春罐子，对，可美了。给大家看照片哈，对，这个也可以。我们可喜欢了。那我现在说的比这个还怪异的一个东西，就是小的聚财气、聚人气的地毯。那啥样的图案是聚财气、聚人气的呢？像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这说也不妨。我当时你们看的时候，人家翻得很快，我就给你解释嘛哈。它一起无论是长方形的还是圆形的哈，
因为有很多图案是散的，对不对？但是我欣赏的是什么呢？都是一层一层把它圈起来，一层层圈起来的那种。哦，就像那种曼陀罗似的那种。对了，特别像曼陀罗。啊，这样你铺在你家那个客厅里头，铺到佛桌下头，你礼佛的地方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它就会产生一个聚的这个能量。哦，你想文字有没有能量？文字有啊，不是咬人的文字，写文字的文字写的字书法有能量吧？有。那图画呢？有。颜色呢？有。它都是对人和这个能量产生影响的。所以到时候我们给大家，如果真需要，准备一些这种，不用太大哈。但是如果你家里不缺钱的话，我们要大一点哈，2-3米，5米那种地毯。那如果小一点的话呢，就是1.5米以内的小地毯，铺在你家，反正你认为属于客厅的，常看电视的那个茶几下头那个位置，就可以了。就是人常坐的那个地儿。那你那个茶几上头呢，再放上一个比较罐子，老实踏实的罐子，不容易掉下来的聚宝罐，就一定会帮你聚财。太好了，太好了。师傅，关于这个聚宝罐我们的网友也在问问题哈，就是他们在问这个聚宝罐的材质有什么讲究吗？材质哈，我这可多了，从陶罐，对那个陶瓷罐瓷的罐，还有咱们快木的，还有金属的金属的，铜的铁罐很少哈，因为铁容易生锈嘛，有铜的。家里有几个有金罐的？不是那个鎏金，鎏金的更厉害了。这金很贵啊，现在鎏金也贵哈。好了，铜罐、银罐银是白银的哈。对，还有金属之外呢，陶瓷的、木的，还有好的木头的。对，我们的快木宝罐，这可不多了哈。现在台湾慈悲音上可能有哈。对，这个快木宝罐。这个罐呢，首先这个木头叫长寿木，长寿木，这个东西它不容易损坏的，除非你用火烧腐劈它会坏哈。就是你做成家具的时候，它至少它不容易被虫子给它咬烂。对。这个木头你放到衣柜里头让衣柜里头不生虫。它那个气味特别的好闻，清香通窍。是，还能通灵，还能辟邪哈。对。用这个小木头宝罐的话也是可以师傅还知道这个壶是不是也是有聚财的作用啊？早就壶我讲过很多次，前头我讲紫砂壶哈，对，放在你那上头呢，那正是清朝晚期离现在大约120年、160年左右的那个老紫砂壶那时候很多做紫砂壶的人也不自信，我这个颜色那么重，这个买壶的多数是女人。女人一看没什么颜色，我就不买了，所以他们那时候盲目的往上做了很多彩色的釉花。对，这种釉花都是那个老的。对，这个壶也是一个聚财的宝罐，聚财还聚人。对，你看我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同一个品牌的一个华人的连锁的这个小餐馆哈，就他家那个墙上每一家都是放满了壶。而且是颜色不太亮堂的壶，它才更聚财。就是这样的。所以透明玻璃的那个就不好聚财。如果你用玻璃做壶做聚宝罐我说算了吧。就跟刚才说透明的门窗一样的过去川普大厦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真的为啥你那个玻璃还能贴成个深颜色的膜对不对？所以那个太透的瓶子就从风水来说不太聚。它是散。所以的话这个紫砂壶也好，如果有钱金壶更好哈。用啥惜啥。好，我们接着讲这个门窗吧哈。对，我们之前有说到多伦多一个小网友的一个问题，他有发来照片哈。就是他说呢，他小时候的时候，他爷爷奶奶就给他买了一个小公寓房。然后这个公寓房呢，爷爷奶奶买给他是因为希望他以后读书的时候比较方便。学区房。这个公寓很靠近他的大学嘛。那可是就是这个他买的时候，这个公寓还没建。等到今年的话，这个公寓建好了这个是它的外面的那个外观。然后他们住进去了之后呢，发现有个情况，就是他的那个阳台那边呢，因为
你看上面有很多交错的这个梁嘛，它的阳台那边望出去呢，就是一个斜杠的一个柱子这样子，这个是它的 view。就是他往外看，正好看到这个斜杠子对挡在他的窗外。对，可能这个小网友他也是有一些感觉嘛，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太好？然后他想问师父，对于他的风水是不是不太利？这个肯定不好啊！这个我天天这个窗户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我天天往外看，一看就挡一个东西，一看挡一个东西，是，哎呦，多难受啊！这个他买的是楼花，对吧？对，可能当时也没有看到这个实际的效果，是啊，结果搬进来，你看就是窗外就一个大斜杠子，然后他说他最近在找实习的机会嘛，就不太顺利，就想说是不是这跟这个住房有关系？就从风水来说哈。他们因为当年买的楼花就是楼还没盖出来，他们光想着也挺时髦、挺现代的一个楼哈，觉得也挺好看的，就买了。但是没想到进来之后，这个几个窗户上都是一大斜道，这个不管对学业和事业都不利，对婚姻也不利啊。所以这个以后最好是卖了算了啊，卖掉吧。这个是对任何事业都不利的。就变成了一个，因为它这个遮挡的东西越宽大哈，这个阻力就越大。所以他现在说找实习，单位找不着的哈。对，不顺利。对，说在这儿住的话，就诸多不顺。好的。而且像这种不太好破解。就搬家呗。这个最好搬家。对。我之前我们讲到这个买房这个宝典嘛哈，就讲到了。如果这个大楼的外墙颜色和设计你是不能改的，对呀，你也没有这个权利改，你敢把这一块锯掉吗？这不可能，它是楼的一部分。所以你一定要，所以就回到我说的那个，我说是一定要买二手房最好的。它长什么样你看得很清楚，它有什么问题你多打听就全知道了。所以买新的时候外头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一进去那么大斜道杠子挡着你的眼睛，那对风水非常不利。好的，相信他今天听了师父的指导，这个换房子，对，也是帮了他，感恩师父。好呢，还有一种房子就是现在好多也包括前些年就开始流行哈，就是公寓楼啊还是怎样，就比如说一进门是平的。然后到餐厅呢，得上一个台阶或者2个台阶，完了这餐厅，然后可能过去之后到卧室呢又要下个台阶，就总是就是一套房子里边有这种起伏，可能是人家设计师想要一种设计感哈，但是总是觉得不那么平坦。师父，您觉得这样的好吗？对风水上不好它本来就是同一层的房子嘛。对呀。如果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地理原因的话，最好是平的，越平越好。你那个出现高低起伏，你的人生事业就出现高低起伏。师父说到这个情况，我们身边有个师姐啊，正好也有分享过这样的案例哦。就是她说她小时候呢，她父亲就是买了一个排屋嘛，然后他们一家5口人就住进去了。然后住进去发现这个屋子的格局有点奇怪，就像老师刚刚提的那个情况一样，你进去那个院子呢，要到那个客厅，你就要上一个台阶。然后去了那个客厅里呢，你要去书房啊，那个或者他其他的房间，你又要再上3个台阶。然后上了他第2层，你要去厕所呢，又要再上一个台阶。对，然后结果呢，这还没完呢，厕所去到厨房又要再下一个台阶。你看这个就是高低起伏这样子哈，然后当时他们也不懂嘛，就搬进去了，然后想说就是省钱嘛，就没有想去改这个房子的格局，就想说我们就买一些家具啊装修就好。那结果呢，他们本来就是一家还挺幸福快乐的嘛，然后挺富裕的，但是一搬进去这个房子呢，就发现他的父亲的生意开始不太顺利。很多资金周转都那个不太好，结果呢又亏钱，然后他还染上了赌博，父亲还开始赌博。对，就他这个屋子哈，就这样的像画出来那个样子的话哈，谁住进去谁倒霉。
就是高低起伏不平啊。尤其是你注意看哈，厕所在最中间最高处是。厕所是排污浊的地方，对不对？成为你们家点将台，像宝塔一样在那镇着你们，你还能有好吗？对，不行，所以后来他们住进去就是特别不顺利嘛。结果后来呢，全家就是欠债，所以他们得把这个房子卖掉来，就是还他的债。然后就是卖掉了之后呢，就是买这个房子的人，他请来了一个风水师去看这个房子。然后风水师一进来也是跟师父刚刚说的一样，就觉得这样的格局特别不利于他们的那个运气。然后就告诉这个买房的人呢，你要把这个房子就是打平。这样子才好。对。然后这个买房的人就听了他的这个风水师的这个建议，就把那个整个房子打平了。虽然花了不少钱了，但是就是还是呢，就是对于他们最终是有利的，因为他们那个买房的人他是开一个摩托车一个小店维修的。然后结果呢，他本来只是一个小店嘛，但是搬进去之后呢，他的生意就越来越好。然后后来还开了几个分店。反而人家越来越兴旺了。对，因为他改了嘛。就同一个地方，对，但是改了格局就、原来那个地的风水没问题，是房子也没问题，就是那个房子的那个第一个平面，这个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房屋设计师哈，如果要是不懂风水哈，就乱盖哈，谁住进去谁就麻烦了。是。所以真是，这不懂啊，真害人呐。是。来讲到这个回到窗户那儿，刚才有一个网友问呢，他们家窗户看出去是另外一个建筑物上头的那个大避雷针。这个怎么，这个煞气怎么解？这感觉也怕怕的。他就是好像那个一个这我不知道叫什么煞了哈，因为我不是个专业的一个风水师，反正是煞，我只能叫冲天煞吧。一看一个大杆子，一把剑，就在你眼前悬着，这个是很不好的啊。那你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也请个青龙或者是麒麟或者老虎对着？对，那像你听说过石敢当吗？哈，听说过。对，那如果它那个是个金属的哈，你用什么来对抗它？木的。火克金。你不可能放个火在那儿。对，换个火龙。对，没错了，放个火龙。对呀。对着它。但是我这火龙就这一个，你想多要也没有哈。那还有一个呢，可以找那个有金属和陶瓷做的麒麟。麒麟。对那个方向。麒麟也可以代表这是火龙。太好了。对，就可以把它避掉的。好，感恩师父提醒。对，各种各样的风水问题呢。是。对。那说到这个煞气呢，我们还有一个网友在提问说，他因为也是有听过这个穿堂风的这个有煞气嘛？对，穿心煞。他说他那个房子呢，一打开门就能看到那个房子的后门，就是他的正门是对着他的后门的。那个不太好。不好。就从设计上来说就有问题了哈，是漏财是吧？对，它就是这个风哈，一进来直接都没有拐弯哈，直接就冲到了这个最后头就出去了。也就是说，你首先第一个就是人财两失啊，就留不住人，留不住财，就是不行的。它这个风水呢，也有点把这个房子也有时候会比喻为一个人体。你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你是吧？你吃进去的饭，就好像怎么讲呢？直肠子，就好像在一个筛子里倒水一样，对不对？倒多少水，立刻漏出去多少水，水管一样，像一个筛子一样，对不对？那不行啊，它要一定要去消化，你才能吸收它的营养。对呀。所以这个风和水进来了之后，它本身是含着很多营养元素的，是不是啊？可能有爱情啊。人缘呐，魅力呀，财富各种各样的好处，升职金钱呐，它都在这个空气的能量之中哈。但是进来之后，直通通的就跑了，就是你没有创造一点让它
就留下有一种叫九转回肠的感觉啊。对你看人体里头那个肠，大海肠都在里头这么旋转，对不对？这样才能吸收养分嘛。它通过这个肠子这个让它旋转那个过程来吸收水和食物的养分。对，你要给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这个风水呢，最好也设计成有类似于人体消化功能的这个九转回肠的概念。就是要拐个弯儿。对，对，就拐个弯儿。当然不能像迷宫一样弄得拐弯太多了，就变成便秘，对不对？对，就是能量出不来了。对，你能吃还能排才可以哈，合理的排。要这样子哈。所以这个风水的其实就像人体健康一样。对，所以呢就有了一种叫玄关的概念。就是一进门先挡一下，然后得绕过去走。你在台湾，你去任何人家，除了有些办公室没有这个部分，有些办公室是没有这个部分。对，他觉得无所谓了哈。对，那但是去人家的时候，很少有人家说，你看从大门一开，就完全看透了客厅，能看透你哪个卧房在哪里，都看不到的。是，就是他设定了一个，你一进来之后一定要拐个弯。他在这儿就修了一个遮挡的这样一个墙体，或者是类似于墙体的这样一个遮挡物。所以简称为玄关。对。那这个玄关这一遮挡呢，你这个风进来之后就得绕一下，是吧？就符合了这个风水的要求了。对。玄关很讲究的。就是它首先是一个安全问题。比如说你的小宝宝刚会爬了，妈妈在那忙活别的。他直冲冲的到了门口，他就爬出去了。至少拐个弯哈。他有了孩子之后，会增加一个那挡孩子的。是。养了小狗不懂，怕它跑出去也得遮挡一下。对。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呢，就是外面的坏人不会轻易看到你们家厅里头谁在里头在干啥。它就是有一个安全问题。说除了说风水的，你说。能够存钱呐、留人之类的这种事儿哈，就是首先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安全问题。所以你看，在过去的皇宫，还过去我们的家乡哈，都有个叫门衔。门衔或者叫门槛。门槛儿。你们去参观过北京故宫吗？对，就挺高的，要跨过去、迈过去。故宫的每一道门上头，对，都有个木板。对。但是靠内房的时候，它木板那块叫门衔哈，就挡住的意思。我记得是有至少12公分高，一块厚木板子。像宫廷用的有很多用一个大木方子挡在那儿，对，它很结实，它能挡住啊。其中一个就挡煞气。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屋里有个小狗狗啊，小孩子爬的时候有点障碍感。那个故宫那个。有几个宫殿大门的话，都有60、70公分的高度呢，就它那个很高，但是那个具体的数字的高度是有讲究的。它过去用按照老尺子到底几尺几寸，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都是要有这个东西。那么另外呢，就算你进去了之后，还不能看到屋子里头，它一定有遮挡。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屏风。为什么叫屏风呢？就挡着风。屏是屏蔽，挡住风，这叫屏风嘛，对不对？所以屏风大家都见过多了吧？对。而且这个屏风有的时候可移动、可折叠的，对不对？就更方便的不同的空间来用。但是还有很多就是一块大板做一个屏风，还有底下牢固一点，上头可以增加点艺术化的。对。有些上头是磨砂玻璃的。或者彩色玻璃的，对，你往里看的时候看不进去，但是将风挡住了。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有这么一个玄关屏风啊。那还有呢，在过去在有大院子的时候啊，你的院子外头还有一个叫影壁或照壁。对。从你大门出去之后，正对着你大门口，比如说5米开外，有一块墙壁挡住你的大门口，是，也是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对。所以你呢就不能够直接看透到人家院子里头在干啥。对，你得绕过去。对呀。像故宫里头还有九龙壁呢。对，都是这个，就是影壁、照壁的，带有这个屏风的这个意思。
这个大家就听懂了就。听懂了。好的，那刚才讲到这个客厅里边啊，就是其实各个房间了，我们都知道就是要挂这种吉祥寓意的画儿啊，哈。对，师父的墨宝画作，这个我们的网友都很熟悉。但是也有一些呢，就是那种风水画，比如说挂，比如说老虎啊，或者是熊大公鸡啊，雄鸡什么之类的那种，就是挂这样的画的时候，师父觉得是不是也是对他家里人挺好的呀？就是分你那个画从哪弄来的。哦，如果图风水哈，图风水，你家里挂一些强壮的，一个是大山水，还有一个像什么狮子、老虎哈，比较凶猛的这个大动物的时候，一定要分你们家人的命相。哦，怎么说呢？你看命相，比如说，你的经过生日时辰，你上午都能查到。对。你的这个属性是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对。你比如说你是火多还金少啊之类的，是吧？它有这么一个已经黄历中测算好的，也查出你的生辰八字，生辰来就出现这样一个八字，就8个方向8种提醒。就是你的。第一个就是你的家人主要的属性还是啥？如果你们家人，比如说4口人哈，有3个属老鼠的，你放一只老虎好不好？也考考网友。那我们网友来回答一下哈。对。这个网友回答的时候，师父讲到这个要跟这个家里的主人，尤其是主人哈，跟家里的这个人口命相相合的这件事情，我又想起来川普他们家的这个事儿了。就当时那个风水师呢，除了给他改了那个大门口啊、那个玻璃啊、窗啊，还跟他说看了他的这个命相哈。结果你看川普现在感觉又挺有钱、挺有势力的，但实际上他这个八字中他缺金。所以他那个风水师就跟他讲说，你缺金呢，你就得补金啊，你呢就多用黄金的或者是金色的这些的东西啊。然后川普他可能本身也特别喜欢吧，反正就是他后来还真的是，包括他住的那个川普大厦的那个楼，他在那儿住了30多年呀，都是金碧辉煌的。对啊，现在住的白宫。那个办公室整个都改成了都是金色的了，金色的了，连窗帘都是金色的了。他还真配合啊，他也真喜欢吧，也真配合。他也真沾了这个风水师的光，真沾了光了。所以他后来一直这么做。对，缺金就要补金，但是人家补对了呀。补对了。对，大家都知道他的洗脸盆是金的嘛。对。所以他是这个原因。是呢。风水师给他说了。对。所以那你说你刚才你摆那个。老虎哈，就是家里人的命相、命理、属相都要参照你家里摆的动物合不合理哈？所以我们给网友提供一下这12生肖相生相克的这么一个列表。对不对？这个太重要了。等这个直播完了，我单另贴到那个 Facebook 上去大家可以下载下来或者放到手机里头，自己去对照，对不对？你们家人属相的话，比如说不适合找一只大老虎来的时候。你千万别，你看你贴了之后，家人全病倒了就会。病倒，对，你看咱们这个网友这个水珠他说的就很好，他说老虎就是大猫，猫吃鼠，那属鼠的人呢可要发愁了。对。所以是不是能盲目的哈？对。仅仅从风水的表面格局，你能放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猛兽的这个图案？这个是有讲究的。不能这么做哈。对呀。否则的话呢，治龙呢就连哑巴了都是哈，就是越修越坏。你的机器坏了吧，就越修越坏，就麻烦哈。就相克了。对所以一个好的一个风水师哈，一个优秀的这个风水师，他应该也是一个优秀的命理师。对，他能算你的命。对。还是命相师，能看你的相。能看你的气，这样他才把你这个算尽之后，给你的那个解法的结局才是最好的。不能盲目的说这不行放只虎，那不行放一条龙，这别盲目的哈。除了风水本身的这个格局的状况之外，还要根据你家人的命理命相
再来给这些东西比较好。对，但是通常我给大家东西的时候啊，是比较没有对任何属相不会产生副作用的。因为师父都加持了嘛。我们信佛的，我们信佛的通常给大家的东西呢，就是你看不到它对其他东西有杀伤力，但是它对那些给你形成冲杀障碍的东西有化解的能量。对，因为我们信仰的是佛，佛是大慈大悲，佛的一句话就把你这些事情化解了，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能力多强，是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对，是。所以我还记得，就是好多网友都受益于师父那个龙字画，师父写的那个龙，哎呀，龙，这真是叫腾飞起来的感觉啊！对，太多人都是生意兴隆啊，学业进步啊，太受益了。对。我当时写的时候啊，我一边写我一边念着六字大明咒，怪不得。希望说大家能得到它的人哈，得到吉祥啊、护佑啊、财富啊、爱情啊，这个孩子学业有成啊，事业有成之类的啊。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师父写的这样的，师父画的哈，还有师父加持的这些宝贝，其实对就没有这些生肖的这些讲究了，对，几乎没有这个忌讳。对，太好了。好的。你像生肖中缺水哈，你刚才有看出我们芦苇家园，我们芦苇家园，对，我那是直播的时候画的，胆子那么大哈，直播的时候画的，就你缺少木就是木头哈，缺少木头，缺少树，缺少水的，你在那个家里那个位置挂上这个画，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而且水还代表财呢，家里想发财的，想来财的。我们先讲到，先是给你阴阳平衡，平衡我们保的是吉祥健康，其次才是什么升华的、升学的发财啊，是这样的。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到厨房吧。好，来问一问厨房相关的问题哈。那厨房有一个说法哈，我听说那个水火不相容嘛。对呀。他们说那个炉灶跟那个水龙头是不能太靠近，是不是觉得是有这个说法吗？是。水火不相容，你这个像图中来看的哈，你这个炉灶离这个洗菜池哈太近了之后呢，这个家庭的主人哈容易吵闹。水能克火，火也能克水，对不对？它是产生那个生硬的克的关系，就容易在那吵闹。但是呢，有时候这边炉灶多一点，有那边水管的又容易漏、容易坏的话，就其实会有一个主人容易给弄病了。对，它产生克呀。因为这个字叫克，但是表现的就是病嘛。那再严重就是死啊。病和死，所以这些不能这么放。那已经这样了，那怎么办呢？得改。你就是找那些修理工哈，搬家。你花的不是这个把那个水池搬一搬，移动水池对，水池搬家。一说就搬家，吓我一跳。没必要那么大动作哈，把水池移到另外一个侧面，就会好很多。对，水池呢也不要放在这个炉灶的对面，就尽量，它还是变成一个近距离的对立关系也不好。那说到这个水火不容，还有一点就是厨房跟那个厕所，有的家真的是厨房门正好对着厕所门，那不好。这臭，香臭也不容，这感觉也不太卫生。对呀，不合适，不合适。它这个两个部分哈，厨房门是吃的是吧？对呀。进了厕所呢是往外排的，就刚吃了就排是吧？那不是有问题吧？是有问题。对，所以它两个这个距离太近了不行。但是我刚才讲过哈，对，就是往往我们在预备修厕所，比如这个位置可以修厕所，修这个淋浴间洗脸池之类的，它一定要找这个位置哪里有那个下水道那个管道的位置。但是管道呢，那厨房有没有这管道呢？也有。其实厨房和厕所共用的一个主管道。那这样的时候怎么借用呢？比如说有一面是厕所，
那隔着墙的那背面那面是厨房，这样就没事。但是门是在2个方向啊最起码是 L 方向也可以，别是对门，就是别是对门，就是这样。那如果像公寓里边的不懂了，那风水的设计师已经设计成那样了，咱又不好改门那怎么化解呢？那就看各种情况都有了。挂个门帘管用不？在现在这个小房间之中哈，一个叫不得已的方法，就是挂门帘。是可以的。好的。有时候你看在就是门的这个知识来说哈，就是忌讳在卧室门对门。2个卧室也不要门对门。对，还有忌讳呢，这个厕所和厨房门不要相对啊。对。还有呢，就是咱家和邻居家不要门对门。正好街对面，门对门。像一个楼里头嘛，对，这2户走廊，对。比如说走廊这头是咱家，那户是他家，也要尽量避免门对门。那咋避免呢？现在已经对上了。如果已经对上了，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哈，最简单的方法，像我用的方法呢，通常是用树。还有的时候你摆树也不行的话，就摆我画的树。就在咱家的。这个靠门口附近，再挂上那棵树。山林暖阳，还有那个厅，对，你看到树的，对你往这边看的时候，就是有树有森林，就把你这个门对门的这个对门煞给去掉了。那有一些人，他的大门跟他邻居的大门也是门对门。对呀。那他这样子，他就在门口那边挂那个树。是吧？对，但是其实你更多看到的人挂个八卦镜，对不对？也有。你说你们2家离这么近，你挂个八卦镜，我也挂个八卦镜，接下来就是动手打架了，斗法的感觉。对。但是你挂幅画没事。是。你看我画的画都是没有伤害性的画。对。我也不会画老虎。吉祥的。我也不会去画那条龙。所以呢，它是树。好的。或者是花，都是可以。太好了。比如花瓣。就是像太极拳说的，你一拳打过来，我很温柔的把你避开了。但是树的话呢，就像你冲过来这个能量，最多变成我旁边的风，但是我把你的风其实也消解了，就这树本身把你消解了，而不是简单的阻挡，就是化解了它的冲煞之气。太好了。好的，师傅，我们都说了好几个功能区了啊，门窗厨房客厅，还有最重要就是卧室咱们卧室里边也挺多问题的哈。对，现在先给网友们我们展示一个图片哈，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上有2个卧室，1跟2你觉得哪一个感觉比较舒服让网友们来回答一下我们等网友回复对，我们的网友可聪明了，刚才有一个网友也是问，就是他跟他邻居就是门对门，而且那个邻居吧，他在那门口还放着鞋架子，都是臭鞋。然后他说怎么挡，他怎么画这个煞，他就说我放一棵树行不行？你看，真是跟师傅都学到了哈。对，网友们都说1呢，都说大家的普遍回答，对，都是1，确实是舒服呀对。好，那我们跟网友第2个那个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就是看这个我们不舒服的这个卧室2，你能找出它里边哪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问题吗？你写看越多越好多项选择。有网友开始回复了，有人说是镜子，那个对床旁边有镜子不舒服。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的卧室里边不要有镜子。对，这个猜对了。好。还有呢？再看呢？还有刚才师傅本身也讲了，就是那个床的靠背板后面不要有窗。对，床头那里不要靠窗户。对，这个正好也犯了这个错。还有人说风扇。对。有人说那个床是黑色的，就是说那个床罩了太暗了，太暗了哈。回答正确。太暗了，师傅就会造成什么样？为什么不好呢？太暗了不叫低调对精神世界发暗。
哦，精神世界发案之就容易忧郁了后就忧郁了，哦忧郁一严重就疯了。哦，所以那个风扇的这一点，它不是风扇啊，第一个形成风煞哈，第二个风扇本身就掉下来的危险哈。安全因素是这个太危险了。那床头板后面有窗，对，有很多网友也在说这一点。对，就是这一点，这也是风煞是吗？对，不开的话，不开窗也不行。什么叫不开窗也不行啊？你是选择床头在哪一方是啊。不是你的问题是啥？我的就是说放窗帘是吧？不是，我觉得这个窗不打开，打开才会有风嘛。不就是它的不好的地方在哪里？这个窗户窗户在比如说古代的窗户古代北方的窗户，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没有玻璃它就是糊窗户纸。是，你看日本榻榻米那个拉门了嘛？对对对，就用那个纸白纸贴上去。所以到今天换成玻璃，哪怕是隔音玻璃，其实那个窗户的那个风和水的能量还是能进来的挡不住是它有所谓的冲煞之气。了解。对，那你正好头在那儿，所以就容易出现很多思考的问题，什么情感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身体上半部的疾病问题。好，还有一个网友还看到说，墙上贴的那个画，挂的那个画里边的那个花对，那个花不舒服。对，它有枯萎和低着头的。因为花朵请大家记住通常的花朵都是追太阳的。几乎是90%以上的花朵都可以称为叫太阳花。所以说太阳出生。还有旋转的方向，那花朵就冲着它，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个那个花朵冲下的时候，叫做枯萎，也不好。对，还有一个网友说，那个床的那个背板不牢靠、不结实，看着对是空的那个，不是也太矮，也不舒服。你看，就是如果按这个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铁床前头是空的是。如果你比如说靠在那儿，后台放了个垫子在那看书的话，其实你那个腰部特别容易受风，你知道吗？对，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如果屋里有空调或自然风也好，风扇也好，它这个风呢会顺着地面和墙壁走。对，那你这个床下面的风从后腰这上来，没有更多的板挡住的话，就是只要10分钟你就腰痛1个礼拜就是这样的。对，那个邪风就像一条蛇一样，你钻进去就会咬你，它就会痛是，还有一点我还没看到请网友们看一下那个床头柜。好像刚才有个人说床头柜只有一个。是啊，有个人。哇，这个网友厉害耶。难道有一个不行吗，师傅？对呀，很多人都只放一个对呀。它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是10岁，你的有一个床头柜还凑合。但是呢，以更重要的，像我符合于这个风水的这个健康来说的话就是应该放2个床头柜，平衡。比如说对于身体来说的话你左右脑都要好使吧？那倒是。左右手都要好使吧？对了。对，所以它就需要。还有呢，你的五官上，你左右都要有一个比例恰当的耳朵吧？对。床头柜就是那个耳朵呀。所以你还放上。那你再长大之后，年轻要找对象了，你只放了1个床头柜，代表有1个人睡这半个，那半个无人睡。空着了。对。所以呢，为什么很多这个比较关心孩子的妈妈尤其是有女儿的，他说你就是1个人睡，他给你放2个枕头。对，就是这个寓意。找对象。就希望你将来有一个相爱的人和你能够幸福的过一生。太好了那你那个所谓床头柜呢，它是硬件，一定要有2个配在那里，就比较好。我记得以前师父也有提醒过，就是如果床上面有梁也不太好。当然不好。就是床上不能有梁，有梁
压床哈，对身体就是个危害。啊，那如果已经有了梁了，怎么办呢？要包裹，要装潢的人把它包住。哦，就是吊顶，对，给它弄平了。对。哦。当然还有的梁是冲哪个方向的哈。对，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移动床的方向。那顺着就行啊，顺就会好吧？顺就会好。好。但是呢，最好是如果顺着也压到身上的话，也不合适哈。对。所以呢，最好这种情况下要找装潢哈，就把这个梁包住，就会好很多。好的，好的。师父，还有网友问哈，关于厕所，就是现在有一些很多房子哈，它就是厕所比较多，可能这个小组屋里它就是4个房子，就4间厕所，这样子是不是？它这方便了，但这样子是不是有些风水的说法？在风水中的说法和实际应用的时候稍有一点差别。当然，风水本身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总结哈，但是厕所你要想，它是职能是干啥的？是污浊排泄的地方，它很臭，是吧？你管理不好，就会臭气熏天。那所以呢，当你的屋子里，比如充满着很多厕所和充满着很多厕所臭味的话，这有的时候你屋里总是闻到了一股厕所味儿，而不是在厕所里头，就这个时候这两天做事情就要小心一点，就不太吉祥。所以厕所太多并不吉利。但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哈，就是人们的其实越用东西也是越用越奢侈，是吧？你这一个卧房里头睡一个小孩子，他有自己的洗澡和厕所，独立的哈。对。那如果你像在北美的一个别墅房里头住4个房的话，至少知道有几个厕所吗？5个。至少有5个。对。这是至少。这每间屋里头每个卧室都配了个厕所。对。那么还有一个厕所呢，在客厅附近。就是这样子。那厕所越多，也不是叫越不好，反正不太好。就不如没那么多好。刚才有个网友提问题，就问到，就是他们家就2口人住嘛，然后2个房子就2个厕所，2个房间2个厕所。他说他想把一个厕所就是改成储物间，可以吗？就是没有厕所了是吧？还是不是？他两个洗手间嘛，他就留一个就够了。然后另一个他想改成那个储物间。原则上是可以。但是最好要找当地懂风水的风水师看一眼，看一眼之后他觉得可以，最好听听他给你的规划，可能他的规划超出你的想象，OK，之后再去找人施工，至于具体改的施工的话，找建筑队就可以了嘛。我还想回到这个卧室的问题哈。说。对，卧室里边经常，比如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夫妻什么的哈，他喜欢。尤其那个，比如说女孩子吧，她喜欢很帅的男明星啊什么的，对，她就会把那个招贴画挂在墙上，就是这样的话，好不好？挂个，反正不管是男明星、女明星啦，对，那他的伴侣会有意见吗？就是如果有伴侣的时候，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如果从理性来说哈，就是你贴的男明星的第一个。图片别太大了，图片别太大了。第二个数量也别太多，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那样是对你的男朋友其实是个伤害，只是你不觉得你甚至还反问你没有喜欢的女明星吗？你会反问哈，但是说可以喜欢。现在不是有手机吗？从那手机里翻看就行了，就别贴墙上。贴出来了。还有一个不要印的那么老大，贴在墙上最后，如果你是个女生，你找一个其他男朋友进来之后，说你这已经有男朋友在墙上了，有点尴尬。对，尴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比如新结婚的吧，那女生也年轻漂亮嘛，就把自己的这个照片，就是一个人的哈，自己这种美女照贴到墙上，不吉祥。不吉祥啊！你结了婚，这个男人，你爱不爱他？爱呀，爱才结婚嘛。对，可是满墙贴的呢，
不是你欣赏的对方，而贴的是自己的话，那他如果有一个寓意，就是我要单身。哦，如果你要单身，可是你结婚了，你想是好事吗？那不好，不好。所以就贴俩人的。对，是看怎么个理法了。哦一个贴俩人的，合照是吧？如果你做主的话，你可能你先生照片可以多贴2张也可以，就代表你喜欢他。照片是有些女孩子比较喜欢贴照片拍照嘛，这样可以，是吧？还有一个屋里照片别太多了，自己的也好，别人的好，太多张脸不好。对，说到这个，还有一些女生喜欢很多洋娃娃或者那个绒毛玩具，就满床都是。不好。从这个应该说从玄学角度哈，就是玄学就是神秘学说了哈，就大家不太懂的，就是当叫造物主也好，把一个石头就做出个人脸和鬼脸的时候，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当人类把一些物品做出了一个动物形状和人脸的时候，也自有它的寓意。那为什么孩子会买带有动物脸和人脸的这种玩具呢？因为他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人，孩子把它当成一个人，或者当成一条狗，在孩子的世界之中，它就是真的。它就有一种叫真的寓意在里头。我们不用抬杠说他那是他自己想的是，其实不是真的。我给你做的不是抬杠，告诉你这个道理。它就有了它的神性。这个神性，比如说你用布娃娃做了条狗吧，对，就是一个布狗，就说不定有灵魂，而不能叫做假布狗，就是布狗，是吧？你用羊绒做了一只小羊，那就是羊绒羊啊，它就是羊，它只是不像别的羊会跑，它只是不会跑的羊，是这样。所以这个原则上说，这个娃娃尽量在卧室里不要摆那么多。好的，就更不要说恐怖的了哈。恐怖的我们也见过一些挺吓人的，是，对，所以有些娃娃自己眼珠瞪开了，对，但是有些娃娃他过去做的就是晃动头的时候，他眼睛能睁能开，对不对？但是更怪的是，那个娃娃他左右转开眼珠了，而且在放那根本不动的情况下左右转眼珠，那是从他的物理学上他不能做到的东西，那是谁在转呢？其实挺恐怖的，就是所以这个娃娃也不能多放。我听说在日本呢，就是人不用的这个毛娃娃之后，是专门有一些意思神道庙，对，因为日本的民间宗教嘛叫神道教，他捐到神道教当中某一个庙里头，专门收这个。他们认为做成这个，它就有它的神性。他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也差不多这么认为，所以这个是要不能太多。好的，好的，感恩师父给我们讲解了就是卧房布局的注意事项。那就是现在呢，在这个时代，其实很多家长也是非常的在意孩子考学读书嘛，所以就是这孩子书房还有他们读书的地方呢，有没有一些风水的一些布局说法呢，师父？有呢，我都知道，要供那个文殊菩萨那是智慧第一，对，是其实也有很多讲究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尤其是小孩子容易把自己的卧房就弄得花花绿绿、乱七八糟，还有一些玩具那么客厅呢，大人孩子都上，就是全家乱七八糟都聚在那儿，也可以理解，那个客厅总体来说是有点乱睡房也有点乱，但是唯有不能乱的地方就是书房。书房的装扮呢没有一种准则，但是呢有口诀，就是有一种叫安静的。从你进了书房就开始安静，为啥呢？你在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是吧？你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所以呢你的书房的这个装饰呢，一定是能够让它沉静下来，就像修禅一样，能够静下来这个地方。那怎么样能静呢？如果你是个男生，你到书房里贴2个半裸的美女照，你能静下来吗？你是女生，你在
这个书房放2个猛男照，你也静不下来，啊，还放2个鬼图画，你不管谁进去都怕，对不对？也静不下来。所以书房里面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哈，我建议最好的，从一个在书架上的书来说，先说哈，首先是正常的很多真正知识性的书。有很多人读书少呢，他就误以为连画报也是书。我们可以理解为画报不是书。看画报的你的心态，就夸夸夸看完拉倒，最后找点明星花边新闻，哪个品牌又出了个新包包，这种级别的哈，这个不叫看书，这就折磨人，还是比较世俗的，就使人心不能静的。这种书不能让人静下来。能静下来的书是引起人思考的，这个哲理性的书。第二个还有一种叫工具书，比如你学会计的，这就是会计学的书；你是律师的，法律书是吧？那就叫工具书。那么在做人来说，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做人的方式和心态，所以像心灵的书籍、佛门的一些禅的书籍，啊，这种比较大方的，全家人都能学习、都能看的书籍。装饰性的部分就绝对不能有什么人像的艺术夸张的人像，啊，是吧？突出肌肉和人体线条的这个像，它是使人会容易产生躁动和不安，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不行，更不能弄一些什么鬼怪的、骷髅头的。还有一些女士拿些什么名牌，结果上头镶的这个衫前头是个骷髅头，你挂在书房，你挂在哪都容易倒霉，对不对？你容易变成被人排斥的东西，就这个人给你这个图案给你带来这个能量来说。所以我们在书房哈，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首先是一个知识性的书籍，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装饰性的东西哈，都是有一种让你能够沉静下来的，啊，比如说一个长长的一个念珠挂在那个墙上垂下来，一幅不论大一点的或者小一点的小小安静的山水画，或者养了一小盆幽静的兰花，啊，它都是让你能够静的，是吧？就不要弄成张扬的、色彩飞舞的啊，或者说人体的等等，这些都不能要，就是能够让你身心灵清静下来的这样的颜色或者是这样的装饰物，而且装饰物不能挂得满墙都是，啊，这我就做这么一个提醒，那么如果放的宝物呢，就加持类宝物的话，佛门来说，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画像、雕像、塑像，哪怕是个小卡片啊，哎，这个都很好。那么再者呢，就是容易让家人喜欢做一些文化的事情的时候，你哪怕在抄写临摹古代的那些书法字帖，啊，写那么1、2个那个比较吉祥的毛笔字，哎，对，所以呢，像笔筒、毛笔、对，砚台，对，啊，墨盒，啊等等的这个与这个文化的一些古文化的东西呢，它给你的感觉是沉静的美，甚至里面含着寓意，就含着智慧，对，要这样子的。太好了。对，让你家人不论大小进来都能看个书，能写个字，对，啊，还有彼此呢，说大人带着孩子练书法，是吧？抄写个心经，你说你今天很烦乱，看到别人涨工资你没涨，你很生气，对不对？你抄写上静下来，你抄写一篇心经，你试试看，对，立刻抄到1/3就静下来了，是，争什么争，生什么气，对。立刻就消解了。还有那个就是小香炉，师父讲过，以前叫秦炉啊，就对那些文人哈那个其实是让你将来获得权力的，啊，哎，对吧？九鼎定天下嘛，对，哎，对吧？小香炉，还甚至是将来你事业有成啊，哈，
对，金榜题名，对，甚至是子孙延续哈，是，后代兴盛，对，它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含义。甚至学会计学的人哈，还有做生意的，算盘，对，长辈做生意，啊，你那个里头放一把算盘，抽空教一下孩子打算盘，哪怕慢，就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算盘口诀啊，对不对？你能够去拨拉那个算盘珠，能给你带来好运。对，什么的运呢？财运。对，哎其实是聚财的法宝，对，能给你带来财运。太对好了，所以这些吉祥物，安静的文房四宝的吉祥物，这个是特别重要。太好了，对，感恩师父，我们今天学到了好多呀，对，学到好多，都是非常实用的提醒。是。那刚才网友留言呢，我就看到呢，他就问说，那个材质那个壶哈，是玉雕的壶形吗？在中国很多人是买小玉壶，行，可以的，当然可以的。对但玉壶就是宝石壶啊，是更好。玉多高对，贵都是呀！可以的啊。其实这个风水这个部分哈，它的更重要的部分呢，其实是你的生命的本质。就你从生下来那一刻，你的前世如果是一个有大功德的人哈，那你从出生那一刻，就是吉祥的。那么这样特别好吉祥的人哈，他住在每个地方，不敢说都是好的，但是通常呢，不太容易被风水左右。就所谓的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对，那你的命大，造化大，福气大，功德高啊，对，一般住什么都没事儿。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功德和造化的话呢，是吧？住在这儿有点冲煞，说不行了，哇，脖子歪了，动不了了，是吧？住在那个屋，风稍微大点不行啊，天天肚子痛，容易拉肚子，瘦得像猴子一样，是吧？它容易被这个环境所给伤害，也就是被这个风水伤害。但是，当然了，我们懂得风水之后呢，也适当的做一些比较科学的调整之后呢，就对我们的健康啊，对于后代，还有对于夫妻的这个情感，甚至对于财运，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欢迎大家多留言、多提问问题哈。所以你的问题呢，如果说够多，我们下次还可以讲关于这个健康的风水问题。我觉得还真需要呢。对，网友今天留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谈呢。咱们回答2个吧，然后再看看还有一些哈。还有对，就是有网友他说，就是他家里那个卧室的就面积比较小嘛，他只能放下一个床头柜。他说，要不然就干脆都不放床头柜了，还是怎么办呢？如果面积太小，没有放的地方的话呢，那是真是够小的哈。以后可以改小床头柜去。床头柜其实也有很多，有瘦一点的，有宽一点的。这倒是。可以选一选。还是有的好，而且成对儿的好。有好，对对对。对。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命理的寓意。是这样的。对。看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个，他说主卧房的门正好对着那个厕所，主卧房的门咋办哈？对。如果你住在公寓楼里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挂门帘儿。挂吉祥的门帘。挂在厕所门上，对吧？2个门都挂。都挂。都挂。对，但是厕所不用的时候哈，用的时候和不用的时候都关上门。厕所门要关上。对，那厕所里边就是时不常的要点一点明火灯。对。除障。对。除阴气。对。厕所里头最好也放一点什么东西哈。刚才还有一个有网友问，就是说，一个人住的话，适合住多大的房子，多少平方米的比较合适？一个人哈，如果就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20平米，20平米够了。就是1室1厅呗。是。它确实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不能更改的呀。是吧？你比如说你自己住了一个这个4000平方米或是400平方米都是有的。但是屋子太大，人要少的话，其实对于人的健康是不利的。
其实人容易害怕。容易越是不住人，你越是容易听到不同屋子里会有咔咔的声音。是，对，对，有时候是冷热造成的声音。对，容易有让你不安的感觉。还有一个师姐，她说她2口人嘛，她住160平方米，大不大160平方米，不大，得分你是习惯性。你看乾隆皇帝的话，觉得这屋太小了，但是从普通的夫妻俩来说，确实够大的。是，有点大，有点大没有关系哈。那你可以挂我的画，挂山林暖阳啊，对不对？能容啊，对呀，哎，对对对，对，也有佛菩萨能量呢，来掺和在你这个大的房子里头，就不空了，你就没有那样的感觉了啊。对，他就把那种空的那种煞气这个消去了。对。还有人在问说，那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觉得是不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其实厨房和厕所一样，最好能遮挡就遮挡。但是呢，地产商呢，他是这样，越做越聪明。人家还省了钱，让你觉得我的厅咋那么大呀？其实厨房就在厅里头，对不对？对。但是那华人总是炒个菜吧？对，那油烟。你就像印度人炖个菜，炖个咖喱，你试试看。1个月那味儿下不去，都跑到被子里，就像进了咖喱村一样，对不对？是，哎，对，所以你开放式厨房就有这个危险，对它那个味道乱窜，对，其实对健康味道也是一个不好的事，也不利的。对，你去印度人家，印度人很多人都很好，但是去印度家，他那个屋里头满屋全是咖喱味儿，对，对，那个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啊，就受不了，对，所以开放式厨房就不如封闭式的好。还有这个，宋气师姐问，她说，就是炉灶啊，上面有灶头嘛，哈，就是3个灶头对家人好不好？就灶头的这个有几个有几个灶头，这个有没有讲究？这个没太多讲究。好的，就别担心了。说炉灶这个问题，我给提醒大家的哈，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卖的都是电磁灶。用电的哈，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哈，电磁灶有很多，不好操控的部分，那容易操控的灶还是现在的这个 gas 或者叫煤气灶，煤气就还是比较直白的容易操作，有很多老人都看不懂那个英文字儿，完了之后有时候经常弄不懂它到底是关了还是开了，对，它不像明火，明火又是开关的钮的那个钮的方向。你能看到有没有扭到位关了，或者是开了哈？对，还有个外在的明火，直接看火苗嘛就知道了嘛。无论是火苗不一定有的时候它没有着火，它就冒气呢，是吧？它至少有那个钮，那个方向是在开和关的方向。那这个电磁灶有的时候它开了，它亮一会儿，啪又熄了，熄了过一会儿又开，它经常你是弄到是开了还是关了。就我都遇到这个障碍，我还没那么老。还没那么糊涂，但是用起来就很有障碍，所以我就想到，那多少年长一点的朋友们在用这个电磁灶的时候，里头增加了多少风险呢？如果今天放个锅放在那儿的话，因为你出去买菜4个小时，回来房子已经烧了。是，对呀，就是你都弄不清你是在开还是关，这个的危险就最大了，对不对？但是你又离不开这个炉灶啊。所以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有共同感觉的话，那你就不如就给它改成就 gas 的，对 gas 煤气灶。对。师傅，我们还有网友问因为很多我们同修家里都有供佛嘛，他们就问说那个佛台，就是在家里的摆放的位置，有最好的一个位置吗？我们很难，今天我们空口白牙的，就是说找一个最好的位置，有点不太容易哈，可能还得看他家的这个布局图吧，是不是？对，对，找到重要的位置。就是因为不同的房子，不同的房屋的数量、大小、尺寸、结构，你是一个别墅，一个独立的房子，还是一个那个公寓的2室1厅的房子。是吧？都不一样。我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它。还有一个网友说，他那个主卧室是一个刀把型的一个格局。刀把
刀字形的，就是哦可能 L 型吧这种。就是这个怎么给它调整一下呢？刀把型。对，就是 L 型吧，我想。我再想一下吧，我们下次回答相关的问题对，啊。太多了。对，大家都香可非常有没有准备一个什么方法留给大家？大家有问题写给我们可以，有就是有个信箱吗箱啊，一会儿留下来。就是说，如果你想让我帮你看哈，你的一些就必要的风水问题的话，第一个拍照要清楚，还有一个你要标识出它的东南西北这个方向，面积。照片再加上文字的介绍哈，我们写信给我。那今天时间有点晚了哈，那我们还要抽奖呢。我们还得抽奖呢。是，对呀，大家还对呀。等着这个扇子呢。对，现在能抽奖吗？可以吧？那个可以抽吗？哈。好，如果能抽奖的话呢，我答应送大家的扇子呢，为了公平起见哈，我们来只要。这个按钮按下去，这个按钮指向是你的名字，那这个扇子就是你的。好啊，我们会邮寄给你。好啊，好啊，感恩师父。现在我们屏幕上已经看到这个轮盘了。好，那请师父说开始，我们就开始转了。那停呢？不用说停不用，它会自己会自动停，找个地方停，对吧？是。所以我们确切说让大家知道哈，我也不知道它停在哪里头。为这个扇子没必要去作弊，好吧？希望大家相信我就好。好，准备3、2、1，开始。好期待哦！恭喜网友 Jasmine 廖8450。哇，真的是太幸运了。再念一遍。叫 Jasmine 廖。Jasmine 廖。8450。对。念人名字念完它对，那请这位恭喜 Jasmine， 那请你把你的那个信息发到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个邮箱里。好，然后我们会为您寄送扇子。好，Jasmine 廖哈，那这把扇子就归你了啊！恭喜恭喜！祝你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收到，感恩师父。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哈。好的。我们如果是下次直播的话，我会再送出一把扇子。好啊，都是我亲手亲笔哈，半夜最好的状态写的哈。对，只要你开心，吉祥的祝福。对，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啊。感恩师父。谢谢。感恩师父。好的。那咱们下一期的有什么要说的吗？下一次我们的时间嘛哈，就是7月6号。星期日台北时间晚上的7点钟，北美时间是这个早上6点钟。不是，这个时间不对哈，那个就台北时间是那个7月6号，晚上7点钟，然后北美是7月6号早上4点钟。对，好的，它有这个时差问题哈。所以呢，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呢，在7月6号晚上7点钟哈，来准时呢来收看收听，我们下一次精彩的直播哈。好，祝大家吉祥如意，收到，健康长寿，收到。7月6号晚上再见，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
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